杨柳本是现代的一名大学生，却因和闺蜜爬山时拍照，不小心跌落山崖摔死了，却阴差阳错地穿越到70年代，那个被自己的亲妈推倒，脑袋磕在桌角，一命呜呼的原主身上。杨柳突然头痛欲裂，一股不属于她的记忆灌入脑子中。杨柳刚站起身，突然就硬生生挨了一巴掌。是，居然打我！杨柳不是个吃亏的性子，直接拽住了对方的胳膊，然后也甩了对面人一个巴掌。哎呦，好啊，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现在连亲妈都打了。杨柳，你干什么？相姨不就是说了你几句吗？你居然动手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。你是相姨亲闺女，我不过就是个妓女。相姨，还是我去下乡吧。这么多年你待我如亲女儿，别再因为我坏了你们母女的感情。我就是个没妈的孩子，在这个家本就是多余的。等我下乡以后，你帮我好好照顾我爸，好好照顾大哥和小弟。我估计这辈子我是回不来了。谁说你是多余的？你是大海的闺女，也就是我闺女。我说不用你下乡，就不用你下乡。杨柳，我把话撂这，你必须去下乡。我已经给你报名了，日子到了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老天爷呀，你快睁眼瞧瞧吧，我这哪是生了个闺女，我这是生了个仇人吧？居然朝自己亲妈脸上招呼，我真是穿越了。对面那个中年妇女是我的亲妈，旁边那个穿格子裙戴红发卡的是我季姐，而我是被抢工作替季姐下乡的小可怜，还是已经报了名，绝无反悔可能的那种。不会吧，天崩开局呀！杨柳还没缓过神来，就被向红莲推带嗓赶出了家门。杨柳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，冷静一下。我真的穿越了，现在是1972年，原主今年16岁，巧的是也叫杨柳。原主的亲生父亲杨宝山是一位军人，在原主2岁的时候牺牲了。原主母亲向红半年之后带着原主改嫁给现在的丈夫杨大海。原主父亲牺牲以后，有好大一笔抚恤金，原主是烈士遗孤，每月还有5块钱的补助，一直发到18岁呢。部队领导还特意给原主么找了一份纺织厂女工的正式工作，每个月的工资也有30几块。但是原主亲妈总说，若是没有杨大海，原主早就饿死了，还真是忽悠小孩。原轨迹中，杨甜甜今年高中毕业，因找不到工作，只能被强制下乡。杨甜甜原本是想自己找工作的，可城里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无奈之下，杨甜甜就把主意打到了原主身上。原主运气好，找到了一份食品厂女工的工作。原主被亲妈一哄一逼，就答应亲妈的要求，替杨甜甜下乡。下乡的时候，只带了2个窝窝头、1床破被子和2套旧衣服。结果下乡后，女主写给母亲的每一封信从没回音，于是小姑娘生活没了丝毫盼头，在下乡的第2年春天，就意外跌落河中淹死了。那时候她才17岁，只不过现在发生了意外，原主提前死了，现代杨柳穿越而来。我是杨柳，我才不要当什么小可怜冤大头。于是原主按照记忆从纺织厂家属区出来，一路向北而去。2个多小时后，杨柳来到了位于海市北郊的海事武装部。守卫见有陌生人靠近，立马拦下杨柳。同志，这里是军事重区，闲人止步。你好，我想找王向仁王处长。你找王处长？你是什么人？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？没有介绍信，这里你进不去。我不进去，麻烦同志帮我传个口信就行。这不符合规定，你还是去那边等吧。等？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杨柳咬了咬牙，暗自做了决定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武装部大门口。同志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你就帮我给王处长送个口信吧，就说我是杨宝山的女儿，有10万火急要命的事找他。守卫被缠得无可奈何，只能帮他打电话找人。20多分钟之后，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着急地从里边跑了出来。你就是杨宝山的女儿？像，太像了，你和你爸爸长得太像了。您就是王向仁王伯伯吗？你好，我是杨宝山的女儿杨柳，我记得您曾经去过我家，您拉着我的手说过，如果以后我遇见困难了，可以来找您，是吗？怎么，小杨柳，你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去办公室。我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我就不进去给伯伯添麻烦了。我就是别哭别哭，走，跟我进去说。你若是受了委屈，我一定为你出头。王向仁带着杨柳进了办公室，于是杨柳把这些年的遭遇哭哭啼啼说了一遍。向红，他敢，我每年都打一个电话询问你的情况的，可每次他都说你很好，原来是报喜不报忧啊！谁说你是拖油瓶的？谁说没有那个杨大海你就会饿死的？还让你替别人下乡？我呸！你等着，伯伯这就去为你做主。王向仁出去了一趟，再回来时，楼下停了一辆小汽车和很多持枪荷弹的武装人员。小杨柳，伯伯告诉你，虽然你爸没了，但你也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叔叔伯伯可依靠，谁也不能欺负了你。等着，我再打一个电话。这伯伯简直帅呆了。
喂，老姚，现在有时间吗？带上点人来我这里一趟，宝山的闺女出事了，你快着点哈。这是在给谁打电话？我刚才是给你爸的另一个战友打电话，他是去年转业过来的，叫姚兴旺，现在人还是革委会的2把手，有他去，事情更稳妥一些。谢谢伯伯。你这孩子别这么客气，这么些年我工作忙，只以为打了电话，向红不会忽悠自己，哪曾想他如此胆大包天的，把我忽悠了个彻底。若不是这孩子自己有主意找了过来，我怕是一直都会被蒙在鼓里。孩子饿了吧？我让食堂送了一份饭菜过来。这具身体本来就长期吃不饱，杨柳没客气，一个馒头，一碗汤，一份菜，被他吃了个精光。向红不做人啊，瞧把这孩子饿的。孩子，你跟伯伯说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？我妈已经给我报名了，下乡是肯定的，但是我心里难受。这么多年我在家里吃的比狗少，起的比鸡早，干的比牛多，却落得这个下场。我妈她连知青办给的100块下乡补助都不给我，我这身板到了乡下，她是连今年冬天都熬不过去。此刻王向仁的怒气已经到了临界点，仿佛下一刻就要爆发。正在这时，有人推门进来，杨柳向门口看去，进来的是个40出头的中年男人。老王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这就是宝山的闺女。没时间了，我路上和你说，让你带的人带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决定专心致志扮演一个小可怜就好，其他冲锋陷阵的事就交给这2位中年大叔。想当年宝山没少照顾咱们，如今他不在了，有人欺负他闺女，那可不行。下午，纺织厂家属区最热闹的时候，2辆小汽车驶进了纺织厂家属区，在2辆汽车之后，还跟了几10个全副武装人员，以及胳膊上带着红袖箍的革委会人员，这让纺织厂家属区炸了锅。这是怎么了？难道咱们厂家属区出了什么大事？不知道啊，走去看看他们是去谁家的。杨柳从其中一辆小汽车里下来，让众人更是疑惑了。一个大娘自来熟的打听，这不是3楼的杨柳吗？你这是犯了啥事？革委会办事，瞎打听什么？大娘立马闭了嘴，拉开了与杨柳的距离。小杨柳，你们家住几楼？3楼，左拐最里边那间。王向仁摆了摆手，所有武装人员迅速冲了上去。此刻，杨大海一家正在吃着晚饭，突然房门急促响起，向红骂骂咧咧地起身开门。谁这么不长眼，居然吃饭的时候来？我的西红柿蛋花汤啊，肯定会被那些饿死鬼投胎的喝没。是呀，别敲了，我的门板都要敲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向红一开门就被门口的架势吓了一跳，门口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。孩子他妈，谁呀？谁来了？这是怎么了？你就是杨大海？对，我是杨大海。杨柳，杨柳那个死丫头怎么了？她是不是闯祸了？同志，要是杨柳那个死丫头闯祸了，你就把她抓走，枪毙了都行。她做的事和我们没关系。对，那孩子从小就有主意，向来不知感恩，还总是欺负我女儿甜甜。她要是犯了什么错，同志你们尽管拉走，下农场枪毙都行。她犯的事我们家是一点都不知道，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同志，请你们明察秋毫。够了，住口！向红同志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是你。小杨柳，你过来。看见杨柳，向红刚才升起来的恐惧瞬间就没了。你这个死丫头，半日不着家，又去哪里闲逛了？还招来这么多人，你是不是又去外边胡咧咧，说我对你不好？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个玩意儿啊？成天谎话连篇，嘴里没一句真的。宝山啊，我没教好孩子啊，我愧对你啊。同志，感谢你们把孩子给我送回来。既然没什么事了，那你们就回吧。怎么，向红同志，你这是心虚了？我心虚？我心虚什么？你这孩子这么晚了怎么才回来？向红拽过杨柳，劈头盖脸就打了起来。好啊，当着我的面就敢动手！只见王向仁一声怒吼，带来的人齐齐把武器上了膛。向红拍打杨柳的动作一顿，王向仁趁机把杨柳又拉回自己身边。向红同志，这可是我们海市革委会2把手，向红真能惹事。向红同志，你可能不认识我，我也是杨宝山同志的战友，如今退伍，在革委会工作。我听说你想让宝山的女儿下乡。不是，我其实是街道要求的。领导，你也知道，现在哪家孩子不下乡？可是据我所知，杨柳今年才16岁，虽然符合下乡年纪，但她高中还没毕业，并不符合今年下乡的要求。是，确实是这么一回事。但这孩子啊，和他姐感情好，他姐今年高中毕业，他见不得他姐下乡受苦，就主动提出替他姐下乡。领导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问街坊四邻。对，杨柳这孩子性子好，主动要替他甜甜姐下乡。同志，你是不知道啊，
当年要不是有大海帮衬着，杨柳这孩子都活不过3岁。那时候家家都吃不饱饭，这孩子瘦得跟个猫似的。这孩子知道感恩，见不得他甜甜姐受苦，这才提出替他甜甜姐下乡的呢。放屁！谁说小杨柳会饿死？谁说小杨柳活不过3岁？小杨柳的亲生父亲是战斗英雄，是烈士，当年部队可是给了3000块抚恤金的，部队每个月还会给杨柳5块钱的补贴，满18岁为止。据我所知，杨柳今年才16，现在每月还领着5块钱的补贴呢。部队怕向红同志一个人养不活孩子，还给向红同志找了一份纺织厂的正式工作。现在你们给我说没有这个杨大海，小杨柳会饿死，简直是放屁！街坊四邻议论纷纷，面对众人谴责的眼神，向红破防了。那怎么了？杨柳是我闺女，我想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。可是你也别忘了，她是烈士子女，你没权利这样对她。我们知道下乡的事现在已经改不了，但是我们今天过来是要为小杨柳撑腰的。他亲爸是没有了，但是还有我们这些和杨宝山同志曾经出生入死的叔叔伯伯们，你们要是想欺负小杨柳，不行。你们想怎么样？据我们所知，小杨柳还有3天就要下乡了，在这之前，你必须把小杨柳的东西全都还给他。我没拿他东西啊！突然，向红想到了什么似的，跑进屋里，扔出来一床破被子和2套落了补丁的衣服。这都是他的东西，让他拿上东西给我滚！杨宝山，你个天杀的玩意儿啊！你死了一了百了，可你闺女居然联合外人这么欺负我，没天理了！你给我闭嘴！你没资格提杨宝山同志。这就是小杨柳那孩子这么些年的东西。向红同志，你这是在装傻吗？我说的东西可不是这些。当年杨宝山同志牺牲的时候，部队给的抚恤金，杨宝山同志的房子，还有这么多年小杨柳的补贴钱，下乡知青补贴的100元，林总加起来，怎么也得有将近4000块了。如今你就只拿这么点东西出来，是不是说不过去？我养他不需要花钱吗？难道他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？我自从到了这个家以后，就开始干活，扫地、洗衣、做饭，这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的。这些年来，我没有一顿是吃了饱饭的。还有我身上这衣服鞋子，都是杨甜甜不要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连件新衣服都没穿过，我根本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。是啊，杨柳就是个孩子，能吃多少？况且这么些年，杨柳过的是什么日子，大家也都知道，一个月还真花不了2块钱。这么一看，向红和杨大海2口子真的贪了能有4000块。向红同志，今天我们就是替杨柳来和你好好算算账的。如今他要下乡了，归期未定，这么些年你替他保管的钱也该给他了。那是我的钱，怎么能给他？领导，其实孩子他妈说的也没错，这么些年家里吃的用的哪样不花钱？花钱？原来你养家花的是你媳妇前夫的抚恤金。若我真认了，估计不出半天，整个家属区甚至是整个厂都知道，我这么些年是花媳妇儿前夫的抚恤金养全家呢。向红同志，孩子现在要去下乡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我觉得你应该把钱拿出来让孩子自己保管。况且你已经再婚，又和杨大海同志生了新的孩子，怕是继续照顾小杨柳也有心无力。那是我的钱，谁都不能动。哼，杨柳啊，你这孩子也是的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自家人的事关起门来自己解决，你咋还找外人过来说事？听你妈的！姚叔叔和王伯伯不是外人，他们是我爸的兄弟，也就是我的亲伯伯、亲叔叔，由他们给我做主，我放心。这孩子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呢？怎么不想给钱？若是不想给钱也行，那我们就只能把小杨柳的户口再转回到杨宝山同志名下。你们也该知道，独生子女是不用下乡的，你们自家的孩子自己去下乡吧。不行，我才不去下乡。向姨，你不是说一直把我当亲闺女对待吗？我不去下乡，下乡了我肯定就活不了了。你看看我的手，哪里是做农活的手？向姨，我在家帮你带小弟，帮你干活，你让杨柳去下乡。向姨，求你了，等我以后找个好对象，嫁个好人家，绝对会好好孝敬你的，让你和爸享福。看见这一幕，杨柳的心里不可抑制地泛起酸涩，他知道那是原生的情绪在作怪。还有一件事，也希望你们2口子知道，虐待烈士遗孤那是犯法的。让小杨柳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那时候他才3岁吧，也亏得你们2口子做得出来。老王啊，你公安那边有熟人吗？我就不信证据确凿的事，公安不受理。还有，让烈士子女替自己子女下乡，这应该也算是大过错吧？要是让纺织厂领导知道了这事，给钱，我们给钱。孩子他爹呀，可不能。你个头发长见识短，赶紧去拿钱。按照我之前算的，4000块，
1分也不能少。肯定的，肯定的。向红不情不愿地进了屋，磨磨蹭蹭了好半天才拿钱出来。这4000块我是赚了，今天我也就是仗着王向仁和姚兴旺的事，若是我自己，踏实1分钱都要不回来。姚兴旺办事周密，用纸笔写了收据，随后让杨柳和向红、杨大海分别签了名字，按了手印。钱给了杨柳，但只要杨柳回家，说不定我和向红又能把钱哄回来。孩子还有3天下乡，这几天就不回来住了。我会让人给孩子准备下乡的东西，想来你们也不会准备的。随后，杨柳坐着小汽车离开，向红和杨大海两人则是咬牙切齿，气得半死。小杨柳，这几天就到王伯伯那去住吧，到姚叔叔家里也是一样的。不用了，王伯伯，你帮我在武装部附近的招待所开个房间就行了。现在我手里有钱，正好可以趁下乡之前把要用的东西置办齐全。3天时间一到，就从招待所直接去火车站，坐火车下乡。杨家那一大家子人，我是真不想再看见了。招待所里，杨柳坐在床上数着手里的大团结，他看着这些钱，开心的嘴都合不上。怪不得人人都爱数钱，原来数钱的感觉这么爽。整整4000块，在这个年代算是一笔巨款，够普通家庭活20年的了。可是这笔巨款怎么带走呢？杨柳想了一下，立马有了一个好主意。他到招待所前台系了针线，然后又回到自己屋里，随后在裤衩上缝一个兜，把钱放了进去。忙完后，杨柳一抬头，他正对上屋外透进来的日光，杨柳瞬间有些头晕目眩。突然，一抹紫色光芒一闪而过，悄悄注入杨柳体内。万界交易系统0001正在加载，加载倒计时5、4、3、2、1，加载完成。杨柳你好，我是万界交易系统0001，已经与宿主进行了绑定。你这个系统有点不讲武德了啊，怎么能不经人家允许就随便绑定人家呢？本系统很讲武德的，明明已经问过你了，可是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前世界嗝屁，灵魂正忙着往这个小世界窜呢，并没有回答本系统的提问。本着没有反对就是同意的原则，本系统自作主张与宿主进行了绑定。穿越想说成不起我，穿越必有空间或系统，看看这不就来了？若宿主有任何疑问，请提出，本系统会酌情给予回答。我为什么会穿越？和你这个系统有关，是不是你这个系统捣的鬼？系统暂无权限回答此问题。你为什么会绑定我？因为我是穿越的，还是说只是随机绑定？系统暂无权限回答此问题。我要怎么样才能回到我的世界，再死一次？系统暂无权限回答此问题。好你个系统，居然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一问三不知。那你到底知道什么？我是万界交易系统，宿主可以利用万界交易平台进行交易，每篇可交易1次，只有宿主想不到，没有系统交易不到。不用做任务，不用完成心愿，不用做攻略。当然不用，本系统可是正经的系统。宿主是这个小世界中唯一拥有万界交易平台的人，希望宿主通过万界交易平台度过美好的一生。你就不图点什么？我当然也有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宿主别忘了给个5星好评哟。这么绝的吗？统计都已经要5星好评了。绑定后，宿主获得了一份新手大礼包，是否打开？打开。恭喜宿主获得大力丸1枚，芥子空间100立方米。没了，没了。那个特王，你不觉得你们这个什么交易系统的大礼包里面东西有点少吗？这个人类不是有句话吗？礼轻情意重。本系统所有能量将支持万界交易系统进行后续的交易。真挚的祝愿宿主能在本世界活到寿终正寝。我合理怀疑你在咒我。几声响之后，系统没了声音，杨柳脑海中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虚拟光屏。光屏左侧从上到下几千个联系人，有的联系人名字是绿色的，有的联系人的名字是灰色的。这是在线和不在线。杨柳继续查看光屏，光屏右侧则是一个交易界面，下方有接受和拒绝2个选项，再往下还有储物格子，应该是交易时存放东西用的。旧还挺简单易上手的，只是需要交易什么东西呢？看来得研究研究。杨柳看了一下绿色的联系人名字，这些名字都十分通俗易懂。杨柳在这些联系人中选择了一个叫做宗门大师姐的人，点了交易。几声响之后，对面的宗门大师姐接受了视频交易的请求。一个身着白衣、面容清冷的年轻女人出现在屏幕上。小友想要交易什么东西？美人姐姐，其实我是刚刚才绑定了这个万界交易系统的，这是我第1次交易。既然如此，换我来问，小友有需要的东西吗？若是有，我倒是可以和小友交易一番。暂时想不出来。你能提供给我什么？这是何物？奶糖。这是糖，样子甚是奇特。奶糖特别好吃，不但甜，还有一股奶味呢。小友，实不相瞒，我不喜甜食，而且我们宗门也不缺糖。美人姐姐可以先试试，万一你喜欢呢？那好吧，我试试。小友需要什么？丹药、符纸、法器。这把我难为住了，
属实是第一会交易，没经验啊。美人姐姐看着给我都行。随着系统把奶糖传送到了高冷美人的手中，她打开一块奶糖送进口中，随即高冷美人脸上闪过一抹惊讶。然后宗门大师姐抓了一把符纸，一只金手镯放到了交易平台上，然后点了交易。希望我给的东西对你有帮助，小可怜。小可怜，是我。随即杨柳翻阅了自己的列表，发现自己在联系人列表里的昵称居然是70小可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杨柳就起来了，她一路往食品厂而去。都要去下乡了，手里的工作自然要处理一下的，我才不会便宜杨甜甜呢。这是我的工作，当然是我说了算。你这小姑娘，不是说了3天之后带姐姐过来报道吗？怎么今天就来了？那个主任啊，别，你要叫我主任，让主任听见了该怎么想？咱们实事求是，叫我副主任就行。副主任，我要去下乡，家里啥也没给准备，我就想着你给看看咱们厂里的亲属有没有想买工作的，若是有，我就把工作处理了。你要卖工作？是呀，我得去东北下乡，家里也没给我置办什么东西。我听人家说东北可冷了，冬天要是不穿棉袄不盖棉被，都能冻死人。我就寻思着卖了工作换点钱。那可不是嘛，我媳妇儿就是东北人，他们那地方1年里有半年是冷天气呢，嘎嘎呢，冻掉下巴的那种。副主任，在这个厂里，咱们2个接触最多，这事能不能拜托你帮我打听打听？这算什么事？正好我认识个人，他正愁没门弄买工作呢，再迟一点怕是家里孩子也被安排下乡了。既然你有这个心思，我就给你牵个线。那就多谢副主任了，那我中午再过来，他要是想买，就600块钱卖给他，再给我一些票据，您看咋样？我看行，你这要求不高，那你先回去，中午过来，我肯定把这事办得妥妥的。能不办得妥妥的吗？着急买工作的可是我亲三舅老爷，看来不用费吹灰之力，工作这事就能搞定。三舅老爷算是捡了大便宜了。杨柳从食品厂出来以后，马不停蹄直奔百货大楼，他要去狠狠扫荡一番，为下乡做准备。棉被买，布料买，锅碗瓢盆、搪瓷缸子买，总之就是买。出了百货大楼，找了个没人的胡同，杨柳直接把东西收入空间，然后又大摇大摆地去了供销社。我终于体会到了购物的快乐。到了供销社后，杨柳又开始了一波大扫荡，凡是他想要的，统统都被拿下了。等杨柳从供销社出来的时候，2只手再次拎满了东西。随后，杨柳又将东西收入空间。嘿嘿，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挡得住逛街购物的诱惑。有钱有闲有空间，整个人美滋滋。这么久了，副主任应该办好了吧？果不其然，杨柳到的时候，副主任已经在食品厂门口等着他了。见到杨柳，副主任脸上差点笑出花来。哎呦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人我都带来了，就在那边等着呢。咱们可说好了的，600块加上一些票据，不能反悔啊。副主任，你把我当啥人了？我这人吐口吐沫是个钉，说话绝对算数，说了这些就是这些。来人是个50多岁的老头子，问清了岗位和价钱，连犹豫都没有，直接进了食品厂去办了交接。杨柳从食品厂出来的时候，手里赫然多了一把票据和600块钱。杨甜甜还等着3天后过来上班，真是美的她，想屁吃去吧。杨柳哼着小调，随即就去了国营饭店。他打包了30个肉包子，20个馒头，又要了几份菜和红烧肉，最后全都放进空间。傍晚的时候，王向仁不放心杨柳，于是他拎了2包糕点和日用品，以及一身换洗衣服来招待所找杨柳。王伯伯，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，我不能再要你的东西了。王向仁仅凭着与原主父亲那几年的交情，这么些年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原主，还在昨天帮原主拿回了应得的东西，他真的是个好人。杨柳把今天去食品厂卖工作的事一股脑告诉了王向仁，王向仁赞同的点了点头。卖得好，要我说，可不能便宜了那些人。我是真的没想到向红这个女人如此心狠，要是早知道，我宁可把小杨柳接到自家去养，也不可能让小杨柳跟着向红的。那个毒妇小杨柳，有一件事，王伯伯可得提醒你，你还小，身上放那么多钱，一定要藏好，财不外露的道理，你要懂得。王伯伯放心，藏得好好的呢，都在我空间里呢，保准一般人找不到。就是可惜了，裤衩子上莫名其妙多了一个丑爆的口袋。这孩子虽然年岁不大，但却有主意，也是个胆大心细的。就算是下了乡，估计也不会让自己吃亏。东西置办的怎么样了？还缺什么？明天用不用王伯伯帮你去买东西？王伯伯放心，东西我都买的差不多了。你放心，你下乡的地方我有认识的人，我会托他照顾你的。你是后天早上的火车，我和你姚叔叔说好了，到时候一起去送你。王伯伯，其实不用的，我自己可以。送你上了火车我们才放心。
以那夫妻2个的性子，一下子拿出来这么多钱，相当于大出血，怎会轻易让小杨柳把钱带走？都看着小杨柳上火车，我是真的不放心。万一小杨柳心软或是被向红迷惑，再把钱还给那2口子，吃亏的还不是小杨柳。王向仁走的时候，天都已经擦黑了。杨柳拿出从宗门大师姐那里交易来的符纸，开始摆弄起来。一共5张符纸，各有用处。霉运符1张，期限3个月；臭屁符1张，期限3个月；听话符1张，期限3个月；隐身符1张，期限3个时辰；真话符1张，期限较短，只有1个时辰。看着那张隐身符，杨柳心思一动，立马就有了一个计划。或许我可以再去帮袁氏收点利息。杨柳先是吃了那枚大力丸，随后他去搬动屋里那张桌子时，却觉得原本有些重量的桌子，现在居然轻如鸿毛。杨柳毫不费力地将桌子举了起来。杨柳又想到了胡同里堆了2座石狮子，结果不言而喻。杨柳没费什么力气，就把重达1000斤的石狮子抱了起来。该说不说，那系统给的新手大礼包就还挺实用的。等我下乡以后做田里那些活计，就都不用怕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杨柳早早起床，收拾妥后又再次购物了。短短1上午就花出去了100来元。中午，杨柳手里拎着1网多的零嘴，大摇大摆地进了招待所。同志啊，一会儿能不能给我那屋送点热水？下午我不打算出去了，晚上5点左右的时候还得麻烦你去叫我一声，我怕错过国营饭店的红烧肉。你也知道，红烧肉好吃，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妹子，你放心吧，一会儿我就给你送水，晚上饭点的时候肯定叫你，绝不让你错过国营饭店的红烧肉。等女服务员送了1壶热水之后，杨柳给自己身上拍了那张隐身符，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招待所离开了。杨柳直奔向红和杨大海的卧室，从墙壁的角落掏出一个铁盒子。不是总念叨着家里没钱吗？我倒是要看看这2口子到底有多少家底。铁盒子打开，里边居然有1沓大团结和一些票据。杨柳数了一下，足足1300块呢。他毫没客气，直接收进空间。杨柳将铁盒子盖好，又放回了原位。然后他又打开衣柜，同样有一个破旧的铁盒子，里边也有70多块和一些票据。从杨大海2人的卧室出来，杨柳又去了杨建业兄弟和杨甜甜的屋子，如法炮制的找到他们的私房钱，全都给收了。杨建业那里找到了将近200块，杨甜甜那里只找到了60多，就连杨小弟居然也有10几块的私房钱。真替原主不值，这么多年在杨家，原主拿过最多的钱绝不超过1块，那还是交的学费钱。由此可见，杨家是真没把原主当家人，就连向红这个亲妈都是如此，还指望继父继兄继姐能待他如何？除了钱财，杨柳连家里凡是能吃的能用的，就连油盐酱醋锅碗瓢盆都被他一股脑收走了，留给杨家的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家。这一趟我收获颇丰，也是实现了1把零元购。杨柳身上的隐身符才刚失去作用，门外就传来敲门声。妹子，晚饭时间到了，你起了吗？同志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真是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。我这样做，楼下女服务员能在关键时候给我证明我下午一直待在招待所。杨大海为了把那些钱问回来，让向红出去找杨柳。下班时间，杨家5口人在家属区门口聚集了起来。怎么样，找到杨柳了吗？我今天跑了1天，把附近几个招待所全都打听了，可都没有那死丫头的消息。那就明天再去找，后天她可就要去下乡了，我们必须把钱拿回来。厂里不知怎么也知道了这件事，厂里的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，厂长特意把我叫过去谈话。现在可是我往上升的关键时候，绝不能让杨柳那个死丫头影响到我的工作，还有那些钱也必须拿回来。甜甜，明天你也跟着你相姨出去找杨柳，一定要把杨柳找到。爸，我明天还有事呢，让相姨自己去找呗。你有什么事？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乱子，你怎么就不知道让我省心点？我后天就要去食品厂报道了，当然得去给自己置办一身新行头。爸，你看看我的裙子，还是去年买的呢，你再给我点钱，我去买一件新的，到时候到食品厂上班，也能让别人高看我一眼，还不是给你长脸？钱，一天到晚就知道花钱，你那裙子又不是不能穿，还买什么新的？就是还没挣钱呢，就想着花钱了，也是一个赔钱货。甜甜姐是赔钱货，甜甜姐是赔钱货。你个死小子，还敢说我？爸，你看他又气我。行了，等把杨柳手里的钱要回来，你买几件裙子行不？大局为重。行，那明天我跟向姨一起去找人。一家人上了3楼，向红走在最前面，用钥匙打开家门之后，就愣在了原地。怎么不进去？杨大海冲进家门，可看见光秃秃的家，同样愣住了。杨大海赶忙跑向卧室去找他藏起来的钱，看见完好无损的铁盒子。杨大海刚放下心，可打开铁盒子后，他立马两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其他人也都没好到哪里去。当发现各自的钱全被偷走了以后，全都鬼哭狼嚎。
他们的声音引来了周围的邻居，邻居们看到杨大海家的场景，同样愣住了。哪个偷儿干的事？真是啥也没给剩下啊！孩子他掉，你这是咋了？你可别吓我啊！此时，楼里一个年纪最大的老太太跑到了杨大海的身边，掐他的人中，只把杨大海人中都抠出血来了。杨大海才悠悠转醒。公安来得很快，进屋以后，杨家人一窝蜂似的拥上来哭诉：“同志，有贼！我们家遭了贼了！我丢了100多块。还有我丢了67块3毛6分。呜呜呜，叔叔，我的零用钱也没了，足足10几块呢。我也丢了钱了，我们家的钱全丢了。”公安记录在案，又检查了室内情形，最后定性为熟人作案。你们家这个情形有点特殊，房门并没有被强力破开的痕迹，说明入室偷盗的人要么有一手十分精湛的开锁本事，要么就是手里有你们家钥匙。这偷的也太干净了吧！我们干这一行多年，还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厉害的小偷呢。你们最近和什么人结过怨吗？有什么重点怀疑目标吗？若是有，可以作为线索提供给我们。同志，我们家人都老实巴交的，从来不得罪人，也没和别人结过怨啊。我们真的没有得罪过别人，我们也不知道是谁偷的钱。同志，你们会帮我把钱和东西追回来的吧？相姨，你说会不会是杨柳？他就有咱们家钥匙，而且他不就是和咱们家结怨了吗？对耶，我们怎么把杨柳给忘了？是杨柳，肯定是杨柳。不管这事是不是杨柳做的，我都要把这件事安在杨柳身上。杨柳，他是谁？你们怎么和他结怨的？他住在什么地方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吗？杨柳是我的妓女，她后天就要下乡了。同志，你们可得抓紧，别让她带着我们的钱跑了。此时，本来苦恼的向红突然想到了王向仁，眼睛一亮。我虽然不知道那个死丫头去哪了，但我知道她是和武装部的一个叫做王向仁的一起走的。你们去找王向仁，就肯定能够找到杨柳那个死丫头了。你们放心，我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但是我们也绝不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我们自会去调查杨柳，若是找到杨柳的行踪，我们也会来通知你们的。好，那就麻烦公安同志了。你们这些邻居下午就没听见一点声音，看没看见什么陌生脸孔或者鬼鬼祟祟的人？此刻的杨柳正忙着研究自己的万界交易系统呢。小系统说了，每天都能够一次，今天我还有一次机会呢，让我看看今天交易哪个同友。今天在线的人显然比昨天多了一些，乍一看去几乎都是绿色的。杨柳随手一点，点到一个名叫兽人女祭司的人，然后快速点了交易，光屏一闪，一个肤色微黑，浑身上下穿着用彩色羽毛做成衣服的女人出现在屏幕上。我的朋友，你好啊。你好，我是杨。我知道你是70小可怜，你想交易什么？不瞒你说，我这是第2次交易，还不是太熟悉。倒是你有什么想交易的吗？最近我们部落的火种遗失了，这是我们度过的第149个没有火种的夜晚了。在过去的49个夜晚里，我们部落共损失了31个雄性和7个雌性。对于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火种，我想交易火种，你有吗？火种这个可以有。真的？火种我有，你能用什么交易？金禽兽可以吗？金禽兽应该是能吃的吧？当然，金禽兽是我们部落的重要食物来源，肉很好吃。若你能给我火种，我可以用5只金禽兽来交易。没问题。杨柳意念一动，空间里的一盒火柴便出现在了交易界面上。对面的兽人女祭司见此，将5只金禽兽也放到了交易界面上。这就是金禽兽，原来就是大公鸡呀！看来以后有鸡肉吃了。杨柳点击交易键，5只大公鸡便华丽丽地出现在了招待所房间里。交易完后的杨柳感到困了，于是便睡觉了。第2天，杨柳刚睡醒，房间的门就被敲响了。杨柳打开门，发现是王向仁，在他的身后还有几个公安。王伯伯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是小杨柳，他们是来找你的。杨大海家昨天被盗了。杨大海家被盗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杨柳同志，你别误会，我们也是得知了一些情况，才来调查一下的。我可是有不在场证明的，随便你们调查。昨天我回来以后就再没出去过了。杨家被盗的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同志，那有什么人能给你作证吗？只要你有证人能证明你昨天下午没出去过，那你身上的嫌疑就洗脱了。对了，楼下的女服务员同志，她应该能证明我的清白。我中午回来的时候，她来给我送过热水，晚上也是她提醒我到了晚饭时间该去吃饭的。公安去找女服务员核实了一下，确认了杨柳说的就是实话。各位同志，你们恐怕不知道小杨柳和杨家的恩怨。我相信杨柳这孩子绝不会做出偷盗的事情来的。至于杨家人为什么说是他干的，我猜测他们就是想要找小杨柳背锅。你说的事情我们会去纺织厂家属区调查的。既然杨柳同志身上的嫌疑已经洗清了，那我们就先离开了。王向仁也并未多留，嘱咐了杨柳明天别错过火车时间，就跟着几位公安的身后离开了。
还请几位同志能将小杨柳现在的住处保密。不怕，王处长，您放心，现在已经完全解除了对杨柳同志的怀疑，我们是不会把他的住处泄露出去的。一直在家等消息的杨家人，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焦头烂额的。杨柳那个死丫头，真是丧良心，把我好好一个家偷的啥都没剩。要是早知道这样，她生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该掐死她。孩子他爹，你说他们能调查出来结果吗？能把咱们那些东西和钱找到吗？他们怎么还不来？孩子他爹，念叨有什么用？有能耐去把你那好闺女找回来。我一会儿就去找她。我是他妈，他必须把钱给我。还有你们几个，今天不是都请假了吗？全都出去给我找，务必把杨柳给我找到。不，我饿，我走不动，我才不出去呢。我就不饿嘛。杨大海把身上最后的家当掏了出来，只有寥寥的5块多钱。随后他从中拿出1块钱递给杨甜甜，你跑一趟国营饭店，买几个馒头回来。爸，我还要吃酱肉，还有酸豆角，馒头加酸豆角和酱肉才好吃。吃，就知道吃。算了，那就再买点酸豆角。得让大儿子去厂里把这个月的工资先预支了，要不然我们家这个月怕是都熬不过去。杨甜甜买馒头还没回来，几位公安同志倒是先他一步进了杨家。公安将今天的调查结果与杨大海说了之后，杨大海满脸不敢置信。你说什么？同志，那个打证明的人牢靠吗？确定没说谎？怎么，你还怀疑我们的办案能力？不是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就自认倒霉？肯定就是那个死丫头干的，你们怎么不去抓她？同志，请你注意你的措辞。我们办案讲究实事求是，不是你上下嘴唇一合，说是谁干的就是谁干的吧？你们放心，你家的案子我们肯定会追查到底。那杨柳现在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同志，这个我们不能透露。随后，公安安抚了杨家人几句之后，就离开了杨家。杨甜甜回来后得知此事，则是崩溃了。孩子他爹咋办啊？我为什么给那死丫头办下乡？若是没办下乡，那死丫头依然留在家里，那她手里的钱我早晚能抠出来。可那死丫头一旦下了乡，再想寻她可就比登天还难了。明天早上杨柳不是出发去东北吗？我们去车站等她。只是这次你要听我的，别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我那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？我明天可去不了，你们别忘了，明天是早就定好了我要去食品厂报道的日子。老大，明天你照常上班，我和你向一去堵杨柳就成。下乡的前一天晚上，杨柳又用1块香皂换了5张符纸，3张平安符，1张认知障碍符，1张胡说八道符。第二天，杨柳起得很早，他的行李只有2个大包袱和1个随身挎包，这些都是用来掩人耳目的。其实里面没啥东西。王向仁和姚兴旺2人来得很早，杨柳下楼就看见了等在招待所外的2人。你这孩子可真是个死心眼儿的，行李什么的完全可以邮寄，何必扛在身上？上下车的时候都不方便。王伯伯，姚叔叔，我力气大着呢，我拎得动。赶紧上车，我们这就出发。3人上了车，王向仁和姚兴旺2人把杨柳送到火车站后，王向仁又不放心的一直叮嘱杨柳：小杨柳，这是我和你姚叔给你准备的，往后我们都不在你身边，自己要学着照顾自己，遇见什么事了，记得给我和你姚叔写信。杨柳想到昨天晚上自己第2次和宗门大师姐交易的平安符，杨柳拿出来给了王向仁和姚兴旺1人1张。小姑娘的举动把2个中年老男人弄得直懵。小杨柳，你往我们兜里塞了啥？是我特意求来的，能替我保佑姚叔和王伯伯，你们可一定要随身携带呀！你们要是不随身携带，那就是把我小杨柳给忘了。那哪能嘛，小杨柳送我们的，我们肯定是会随身带着的，是不是老姚？对，肯定日日带着。火车鸣笛声响起，再有几分钟就要发车了。王向仁和姚兴旺2人又嘱咐了几句，杨柳便急匆匆地上了车。火车慢慢启动，杨柳的眼圈瞬间就红了。我就要去下乡了，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次回到海市呢。忽然，杨柳看见了杨大海和向红，2人正在被乘务员驱赶。同志，火车启动了，再不下去只能请你们买票了。 2人没有钱买票，只能灰溜溜下车。你连自己闺女到底在哪个车厢都记不清，还不是你今天起晚了？这么重要的时候，居然还能睡过头。看来这2个人是来找我的，只是可惜呀，苍天有眼，差一点就让他们成功了。不过总不能让这2人白来一趟。杨柳趁着无人注意，从空间中拿出2张黄色符纸，悄悄甩向了杨大海和向红。符纸触碰到2人，瞬间便不见了踪迹。 杨柳乘坐的这趟火车是从海市发车，最后到达黑省的隆平县。一般情况下，3天左右就能到达目的地。杨柳熟知剧情，知道自己会去位于黑省的隆平县和平公社的岭山大队。这节车厢里坐着的都是同往黑省下乡的知青。杨柳将王向仁给的包裹打开，包裹里有2包糕点、
几瓶肉罐头、高粱饴，还有一个军绿色水壶、绿军装，100块钱以及几张票据。这年月，这种款式的绿军装只有军队中才能淘汰下来。杨甜甜曾经闹着让杨大海给她也弄一身这样的绿军装，可是托人走了关系，依旧没弄到。如今我不费吹灰之力，居然就得到了一套。等我有能力的时候，一定会报答这2位大叔的。今天早上，杨甜甜特意换上了自己最好看的那件裙子来食品厂上班。她兴冲冲地来到食品厂以后，却被告知这份工作早在几天之前就被杨柳给卖了。此时的杨甜甜正一脸懵逼地从食品厂走出来。怪不得呢，之前让杨柳带我来食品厂办手续，死丫头一推再推，说什么跟厂里说好了，报到当天直接拿家里户口本去就成，糊弄我呢。杨甜甜气得怒火冲天，恨不得把杨柳撕碎，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一阵阵害怕。工作没了，我是不是也得下乡？我才不要成为你腿子呢！我得抓紧时间去找工作。希望爸妈能在车站堵到杨柳，能从杨柳手里把钱拿回来。有了钱就能买一份工作了。早上，杨甜甜对邻居们炫耀自己今天要去食品厂上班，可是如今还没过2小时，杨甜甜就灰溜溜的回来了。咦，甜甜丫头啊，这么早就下班了？杨甜甜兴奋不已，好像脚底下踩2个风火轮，迅速跑回了家。这孩子平时不是挺爱说话的吗？今儿这是咋了？你说你怎么一点不会看人眼色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肯定就是出了什么岔头呗，活该！我听说这份工作还是他从人家杨柳手里抢来的呢。杨甜甜刚走进屋，却意外对上了杨大海和向红2张同样无精打采的脸。爸，向姨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钱要回来了吗？杨大海唉声叹气的，向红则是哭哭唧唧。杨甜甜一看他们的情形，立即就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。好一个杨柳啊，下乡之前居然玩了把大的，把我家害得这么惨。看来向姨说的没错，杨柳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你怎么这个时候就回来了？听完杨甜甜的讲述后，几乎是瞬间，杨大海看上去就老了好几岁。看着哭哭唧唧的媳妇儿，看着哭哭唧唧的闺女，杨大海心里烦闷更甚。哭，一天天的，家里这点子福气全让你们哭没了，再哭都给我滚出去！不行，我不能继续在家待下去，我得去厂里。儿子一个人预支这个月的工资怕是不够，我也得去把工资预支了。杨大海刚准备出门，却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连门牙都摔了出来。向红和杨甜甜吓坏了，连忙跑了过来。孩子他爹，你咋样？向红手忙脚乱地将杨大海扶起来，甚至还将杨大海的2颗大门牙给捡了回来。这东西可不能乱扔，赶紧去医院，万一还能粘回来呢。向红带着杨大海赶紧去医院，只是意外接踵而来。3个人还没下楼梯呢，杨甜甜一不小心绊倒，撞到了杨大海身上，杨大海直接从3楼楼梯摔了下去。爸，孩子他爹，咱们赶紧把你爸送医院去，小心点，千万别碰到他的腿。向姨，我不知道怎么弄啊，我去喊人来帮忙，你守着你爸。向红心里很慌，好几次下楼梯的时候差点踩空。最要命的是，他现在非常想放屁。随着向红不断跑下楼梯，震天的屁响也接连传出，屁臭味弥漫了整个走廊。向姨早上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吃了？这味儿太冲了。原本杨家人以为经历的这些只是暂时的，却没曾想，从那天开始，杨大海就接连不断的倒霉，大到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到头，路过小巷口被人踏马带打，小到喝水呛到，上厕所忘带纸，而向红整日里则屁声不断，在家放，出门放，睡觉的时候还放，几乎是不分场合叮叮当当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个月。杨柳才刚将王向人送的小包裹偷偷收进空间，身边就传来了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。杨柳抬头看去，就见一个17、18岁的姑娘站在她旁边的几个空座位旁，正朝着不远处从其他车厢挤过来的3个年轻人招手。你好，你也是下乡的知青吗？真是太巧了，我们也是下乡的知青，我叫齐圆月，那边几个都是我的同学，我们是去一个地方下乡的，我们要去黑省隆平县和平公社，你呢？这么巧的吗？原主的上辈子过得浑浑噩噩，从上了火车开始，一直战战兢兢，根本没记得太多人。这几个原主的记忆里似乎也出现过，但印象不深，原主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怎么记得。真巧啊，我也是去和平公社下乡的。啊，太好啊，同乡又同去一个地方下乡，以后我们可要相互照应一些啊。圆圆，你在和谁说话呢？他们应该是高中毕业没找到工作，只能认命下乡的倒霉的。这是谁啊？你认识？刘明，帮我把行李放上去。那个叫做刘明的笑得跟个傻子似的，飞快接过柔弱姑娘手里拎着的包袱，轻而易举就将包袱放在了货架上。他见柔弱姑娘要坐在杨柳对面的座位上，立马用自己的袖头把那个位置擦了又擦。小莲，赶了这么远的车，累了吧？渴不渴？我去打水。水壶在那里，你自己拿吧。
秦川哥，你也快来坐啊！秦川是另一个长相文质彬彬的男生，他不耐地看了一眼齐圆圆，似乎有些不满齐圆圆的没有眼力劲儿。圆圆，你快帮秦川哥把东西放好啊！赶了一早上的路，秦川哥肯定也累了。啊，对，是我的错。秦川，你的行李交给我，你和小莲先休息。齐圆圆接过秦川身上的包裹，然后将包裹一个一个塞进货架里。等齐圆圆做完一切，坐到杨柳旁边的时候，那个叫做秦川的男生已经和柔柔姑娘坐到了一起，两人满眼含笑，看着彼此的眼神都快拉成丝儿了。见到齐圆圆看过来的目光，两人眼神又飞快分开。你怎么不去打水？你也没让我去打水啊，是我的错，我这就去。杨柳，你喝水吗？我一起帮你打回来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怎么觉得这4个人的关系有点微妙啊？感觉会有一出狗血大戏等着我。希望这几个人最好不要和我分到一个大队。大家坐在一起就是有缘，要不认识一下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，不，我说错了，大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，认识一下以后完全可以互相帮助的。这是杨柳知青，也是到隆平县和平公社下乡的，和咱们去的是一个地方呢。我是杨柳，确实是到隆平县和平公社下乡的。你们好。我是秦川，今年18岁，是这次下乡的知青。你好。我叫方小莲，和秦川哥一样，也是18岁，杨柳知青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叫刘明，我和小莲从初中起就是同学。小莲，说了这么久的话，口渴了吧？赶紧喝点水润润嗓子。谢谢你，刘明。秦川，你也喝点水吧。我现在还不渴，你管好自己就行。呀，不喝就不喝，你什么时候渴了什么时候喝。这时，杨柳的肚子叫了，借着挎包的遮掩，杨柳从空间中拿出一个包子吃起来。包子是肉馅的，香味瞬间在空气中氤氲起来，惹得周围几个人频频舔着嘴唇。周围几人扛不住，也纷纷拿出自己带的东西吃了起来。齐圆圆的午饭是2张烙的金黄的肉饼，秦川拿出来的是杂粮馒头，里面还加了酱黄瓜。刘明的午餐是玉米馒头，里面加的是肉末。方小莲则是有些局促，桌子下的手死死按着自己的挎包。小莲，大家都吃午饭了，你怎么还不吃？我还不饿。你怎么可能不饿？咱们早上6点就从家出来了，这都半天了，怎么扛得住？小莲，是不是你妈没给你带吃的？我就知道是这样，你妈平时重男轻女也就罢了，可是你都下乡去了，她就没给你带点吃的。这一路上咱们可得坐3天3夜的火车呢，她就不怕你饿死。这也就是咱们下乡去了，要是还在家数月，我肯定去找你妈说道。别，圆圆，其实我妈她给我带吃的了。方小莲从包里拿出2个窝窝头来，杨柳看得直啧舌。凭方小莲的这一身穿搭，可不像只带2个窝窝头下乡的主。只是这几天我感冒了，嗓子疼得厉害，实在吃不下。你们先吃吧，我喝点水就好。那怎么能行？喝水哪能顶饱？小莲，你吃我的馒头，我吃你的窝头。不，刘明，你平时帮我够多的了，这是你妈给你带的馒头，我怎么能要？小莲，那你吃我的，我包里还有。我真的不饿，你们是男孩子，食量肯定比我要大。要是我吃了你们的馒头，你们吃什么？我们可以吃你的窝头啊。方小莲不收他们的馒头，不过眼神却有意无意地掠过齐圆圆手里拿着的肉饼。好了，你就别难为小莲了，她也是怕你吃不饱。圆圆，把你的肉饼分给小莲2张。可是这是我妈给我烙的啊。小莲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总不能看着她饿肚子吧？再说了，那不是还有窝头吗？你要是吃不饱，就去吃窝头。我不想吃窝头。你又不听话。那好吧，小莲，我把这2张肉饼给你，你别饿肚子了。圆圆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，你也别饿着。这2个窝头你拿去吃。还能这样？不是说身体不好吗？不是说嗓子不舒服吗？吃不下窝头，吃不下馒头，只能吃得下肉饼。这个傻姑娘居然轻易就被秦川洗了脑。杨柳又从空间里拿出一个煮鸡蛋，此刻的方小莲已经吃完了肉饼，她看着杨柳手里的鸡蛋，悄悄吞了吞口水。杨柳连正眼都没瞧方小莲，3两口就将一个鸡蛋吞了进去。火车一路向前，咣当咣当的响声不绝于耳。杨柳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又到了吃饭的时候。杨柳的空间里存了不少吃的喝的，包子、馒头、饭菜应有尽有。他拿出了桃酥配水吃，而方小莲的2个窝窝头又放到了齐圆圆面前。齐圆圆白馒头加酱肉，则自然而然的到了方小莲的手里。这姑娘是该说她老实呢，还是该说她傻呢？那3个人明明就是在合伙欺负她呀！方小莲看见了杨柳的桃酥，不自觉地咽了口水。她转了转眼珠，计上心来。圆圆，我有点不舒服，这馒头我吃不了了，还给你吧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唉，怎么了，小莲？没什么。小莲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吃不下了？吃那么少，能填饱肚子吗？
小莲，你是不是嗓子还不舒服？你想吃什么？跟我说。出来的时候，我能把下乡补助都给我带来了，我有钱我给你卖。真的是嗓子又难受了，车上也有卖饭的，你想吃什么？我让圆圆去给你买，她身上有钱也有票。这是什么鬼才逻辑？齐圆圆花了钱票，秦川挣了好感度，最后东西进了方小莲的肚子。我吃馒头也觉得拉嗓子。圆圆，你身上还带别的饭食了吗？小莲都这么难受了，作为好朋友，你是不是应该伸出援手？我妈就只给我带了1天的饭，我妈说现在天气热带的都路上就馊了，我也没有别的饭食了。刘明眼珠乱转，不经意间，刘明的目光对上了杨柳，随即他眼神一亮，杨柳忽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杨柳知青，你刚才吃的是啥来着？啊，桃酥，桃酥是吧？小莲，你想吃桃酥吗？杨柳知青他有桃酥。杨柳知青，快把你的桃酥拿出来，让小莲吃点。小莲刚才只吃了半个馒头，你总不能让她饿肚子吧？叫一声来听听。什么？杨柳知青，你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叫什么？当然是叫声爹呀，我这人心善得很，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叫爹，叫妈也行。咦，你这人怎么骂人呢？我怎么骂你了？你让我管你叫爹叫吗？不就是骂我吗？咱们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凭啥管你叫爹叫吗？不对，就算咱们真有什么关系，我也不能管你叫爹叫妈。哟，真是急了，你也知道咱们什么关系都没有啊，那我凭什么给他桃酥？算了，好男不跟女斗。哼，你是斗不过。你们不要为我吵架，其实我不吃也是可以的。杨柳知青，我替刘明跟你说一声对不住，他那人没有坏心，只是脾气急了些。他其实只是担心我吃不饱而已，本意是好的，可能就是没表达好。我们的意思是跟你换，不是白白跟你要。你拿什么换？窝窝头？我是脑子被门挤了吗？用桃酥换你的窝窝头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？我就这么说话。这年头还真没看见过主动上来找骂的呢。杨柳知青，你有些过了，你这算是人身攻击。大家都是知青，又是同去隆平县下乡的，本着老乡之间互相照顾，我们才愿意和你结交的，不就是几块桃酥的事吗？小莲她嗓子不舒服，吃不了其他东西，你拿出来就是了。若我是你，肯定主动分享了。秦川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东西是杨柳知青的，给还是不给，当然是杨柳知青自己说了算了。还有你，明知道小莲嗓子难受，就不能多照顾她一些？你们不是好朋友吗？小莲总让我们多担待你，可你呢，又是怎么对待小莲的？看着别人如此欺负她，要不杨柳知青，我和你换吧，我包里还有1包大白兔奶糖，我用糖来换你那包桃酥。不换。杨柳不想继续坐在这里了，他拿起水壶，然后离开了座位。你还坐在这干什么？还不追过去想办法？没看小莲都难受成这样了吗？今天你务必让小莲吃上桃酥。对呀对呀，咱们几个人里，也就只有你跟那个牙尖嘴利的知青能说得上话。小莲平时待你那么好，跟亲姐妹似的，关键时候你也得对得起小莲啊。你们别这样说，想必圆圆也很为难，那毕竟是他父母给他带的糖果，要是为了我换了桃酥，不是辜负了圆圆父母对他的一片心意了吗？小莲，你就是心太好了，还不快去？你有事？我其实是有件事想和你说，但是我知道，即使我说了，你也不能同意。既然知道我不能同意，那你就别说了。可能只有你认为你们是最好的朋友。记住，真正的友谊不是一味忍让付出。杨柳回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自己的座位被人占了，坐在那里的赫然是3个陌生人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座位是我的。你的位置，这座位上写你名字了。我们来的时候，座位上可是没人的。座位上虽然没写我的名字，但我买了票，这个座位在我下车之前就是我的。我们也买了票呢，凭什么你能坐的，我们就坐不得？你说这个位置是你的，就是你的。老人家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可就去找乘务员了，到时候和你对话的就不是我了。有票怎么了？有票了不起呀，我们也是有票的。此时对面的方小莲眼里满含幸灾乐祸，坐在最边上的年轻女人倒是有几分过意不去，她讪讪地站了起来。小姑娘，对不住哈，我们过来的时候这里是空着的，还以为没人这才坐下的，要不你坐我这，我站着。林大花，你干什么？给我坐下。这座位就是咱们的，座位上没人我们才坐下的，是他自己护不住自己的座位，活该他站着。活该是吧？好，老太太，我也不跟你废话，我这就去找乘务员，让乘务员跟你讲讲道理。不行，你不能去找乘务员。一听杨柳真要去找乘务员，老太太立马炸了毛，将怀里的孩子护得紧紧的。杨柳心思一动，立即有了一个猜测。别，小姑娘，你坐我这里，我不坐了，让我娘和孩子坐就成。我只坐我自己的位置，老太太，麻烦你起来，你要是不起来，我只能去找乘务员了。不行呀，你们不会是逃票上来的吧？我们才没有逃票，刚才不是让你看了我的车票吗？
你们3个人，可我刚才只看见2张票啊，这么大的孩子，没给他起张车票。哟，这孩子长得可真壮，个头也不矮，他是得买半票了吧？老太太更加紧张了，满脸心虚，下意识将小男孩搂得更紧。这一家子肯定没给这小男孩买票。哎呀，现在的年轻人可真不敬老，不就是跟你换个座位吗？你哪里不能坐呀？你就坐在我儿媳妇那个位置上好了。我说了，我只要我的座位，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人没回来呢，等他回来，你们还得站起来1个人呢。此时齐圆圆回来了，但她没料到会遇见这一出。看着撒泼打滚的老太太，齐圆圆当时就怂了。大娘，那你和孩子坐吧，我站着就好。老太太，我给您最后一点时间，这个座位是我的，你要再不把座位还给我，我只能去找乘务员了。哎呦，现在的小年轻可真没有同情心，我岁数大了，还领着小孙子，根本站不住。是啊，岁数大了可不就是熬不住吗？这一家子也不容易，老的老，小的小。小姑娘，你年轻力壮的就让他们吧，等他们下车你再坐就是了。忍一忍，你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那你们何不问问他们是到哪站下车呢？我到平康县下车也就2天多的时间，我们这老的老小的小事真站不住了。小姑娘啊，等我下了车，座位就还给你还不行吗？哟，你到平康县下车啊？可是我的目的地是荣平县，合着我买的坐票就是为了上车以后给你让座。既然你们都这么好心，那不如就把你们的座位让给老太太好了。1个可不够，人家是一家3口，需要3个座位呢。据我所知，你们是一家3口吧？他们是3个人，正好你们一家也是3个人，何不你们一家发挥一下精神，把座位让给他们一家呢？我们一家也不认识他们，凭什么给他们一家让座位？要是座位让给了他们，我们一家坐在哪？呀，你说的没毛病，我也不认识他们，我凭什么给他们让座位？座位给了他们，我坐在呢，你自己都做不到，凭什么要求我做到？这下周围的人都识趣的闭上了嘴。老太太看见媳妇的模样，立即就炮火对准了儿媳妇儿。你个丧门星的玩意儿，分不清里外人，出门在外一点用都没有，早晚让我儿子休了你。没看金宝嚷着渴了吗？还不赶紧去打水？要是渴着了我孙子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小媳妇儿不敢再说什么，从包袱里拿出一个水壶，悻悻地走了。见周围没有人在为自己说话，老太太开启1哭2闹3上吊的模式。杨柳丝毫不惯着她，直接上手把老太太和小男孩直接从座位上拎了出来，祖孙2人一起被扔到过道上。这小丫头看着瘦巴巴的，力气咋这么大？杨柳坐回座位后，老太太再没敢吭声，只敢带着孩子坐在了齐圆圆的位置上。世界终于清静了，在绝对武力面前，什么都是浮云。以后我能动手绝不吵吵。果不其然，齐圆圆回来后，一直憋了巴屈的在过道站了几个小时。圆圆，你是不是累了？要不我跟你换一换，你来坐下歇一会儿吧。不行，小莲你这身体还没好，可不能累着。圆圆，你太不懂事了，小莲身体不好，你怎么能坐她的座位？小莲，我不累，你身体不好，你还是坐着吧，我可以的。第2天早上，车厢里突然爆出吵嚷：小豆子，我的小豆子不见了！金宝他后娘不好了，金宝不见了。你说啥？金宝咋了？金宝他不见了，我就是上个厕所的功夫，让他在外面等我，可我出来后这孩子就不见了。那还等啥呢？咱赶紧去找啊！我往前边，你往后边，快点！找了，我找了好半天了，可是一直没找着。报车上的公安了吗？报了，他们也在帮着找呢。奶的大孙子啊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啊！你们赶紧去找啊！我从前边车厢过来的，听人说那边车厢也丢了2个孩子呢，才2、3岁的。原本就着急的老太太听了那人的话，吓得直接白眼一翻，昏了过去。没过多久，就有车上的公安在各个车厢检查起来。杨柳并不想掺和这些事情，边准备去上厕所。排在最前面的是个中年女人，手里拎着一个大大的军绿色袋子，她将袋子抓得紧紧的，时不时的东张西望。这时，厕所门打开，排在第1位的中年女人拎着袋子走了进去。厕所里一共没多大地方，袋子里装了什么宝贝东西，还非得拎进去。这时，有2个公安一边朝这边过来，还一边查看着众人的行李。他们应该是在找那几个丢失的孩子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线索。厕所里的是谁？是个大妹子，她才刚进去。这时，杨柳后面又来了一个年轻男人，男人拎了一个大包袱，里边鼓鼓囊囊，不知装什么东西。
你把包袱打开，让我们看看里边是什么。我的包袱吗？里边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我的行李。我们需要看一下，请你配合。年轻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包裹，里边确实就是一床被褥，别的什么也没有了。这边检查包裹的时候，厕所的门开了，那个中年妇人走了出来，但是袋子并没拎出来。这时，那个大汉捂着肚子冲进了厕所，迅速关上了厕所门。公安则是拦住了那个中年妇人。有包袱或者行李吗？还请你配合。若是有，请让我们检查一下，车上有人丢了孩子。谁家的孩子啊？这帮人贩子可真不干好事儿。同志，你们可得好好查查，丢了孩子的家庭可咋活呀？哦，对了，我包裹在那边，你们来时应该检查过了吧？那好吧，若是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，及时汇报。同志，你放心，出门在外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要是让我发现了那天杀的人贩子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就向你们汇报。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，怪怪的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厕所的门才开，那个壮硕男人拎着那个军绿色袋子走了出来。咦，这个大袋子怎么在他手上？这个大袋子不是之前那中年女人的吗？大汉拎着大袋子，快步走进了检查过的车厢，随后坐到了那个中年女人的对面。难道两人认识？可是若两人认识，为什么一句话不说，表现得仿佛陌生人似的？我想跟大姐你打听几句话。你这小妹子咋这么客气？几句话的事用不着给东西。大姐，我就是想问，那个军绿色袋子，你还有没有印象？那到底是那个女人的还是那个男人的？小妹子，姐可得提醒你，火车上可是有公安的，要是犯了啥事，轻易逃不了。大姐，你想哪去了？我就是好奇而已。你刚才没注意到吗？先前是那个女人拎着袋子进的厕所，可再数来时，袋子却在男人手里了。有啥奇怪的？兴许人家是两口子呢。可他们也不像啊，夫妻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，连个交流也没有？小妹子，你没成家呢吧？一看你这小妹子就是没成家的。大姐告诉你哈，年轻小两口那是恨不得整天腻歪在一起，有说不完的话题。可若是中年夫妻，那就不一定了，相顾无言是正常的，甚至相看两厌的都有。你这小妹子好奇心忒重，我得回去了，我儿子也等着来厕所呢，回得晚了，他要是尿裤兜子里，还得我洗。几分钟之后，火车到了东市站，那对略显可疑的中年男女站起了身。大汉速度极快地挤下了火车后，中年女人才拿起大袋子下车。杨柳则是悄悄跟在中年男女身后，却不小心被一个黑瘦的少年撞到了。哎呦，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同志，对不住哈，我着急赶火车，这才撞了你。没事没事，你赶你的火车去，我也有事要办呢。你这样子可不像是没事的，真是对不住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我真没事，就是撞得狠了点，你再不上车，车就开了。随后杨柳转身就跑，黑小子猛了一瞬，最终用最快的速度上了火车。杨柳终究慢了一步，等他跑到出站口的时候，那对中年男女已经顺利出了站。这时杨柳看到那大袋子动了，这两个人绝对是人贩子，不行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杨柳想都没想，尾随着两人出了车站。出站以后，有人来接那对中年男女。凭我自己能打掉一个人贩子团伙吗？万一被人贩子反咬一口怎么办？老天爷呀，这时候要是给我安排一个搭档就好了。此时杨柳的身后忽地响起一道男声：同志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是你。同志，我怎么想怎么觉得不放心，你还是跟我去医院瞧瞧吧。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也行，那你就把这个收下，算作是我对你的补偿。别一口一个同志的叫，我比你大，叫大姐。你怎么知道你比我大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说我比你大就是我比你大。你坐火车要去干什么？着急吗？我是知青，要去隆平县下乡。这个世界这么小的吗？怎么又一个去隆平县的？我也是去隆平的知青，不过今天你被我征用了。我在这人贩子，下乡建设农村是好知青，打掉犯罪团伙，救出被拐儿童同样是好知青，你说对不对？你是当地人吧？对这附近熟悉吗？我就是在这一片长大的，对这附近自然熟悉无比。好，那我现在就交给你一个任务，去报案，就说发现了人贩子，能完成吗？保证完成任务。那你呢？我先去跟踪人贩子，看见他们那个包了吗？我怀疑那里边装着的就是孩子，现在我去跟踪他们，找到他们的老巢，你去报案，懂吗？那到时候我带着公安去哪找你？看见了吗？每隔一段路我就扔几粒黄豆，找到黄豆就能找到我了。大姐，你太牛了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杨柳跟在中年男女身后，一路向北而去，每隔上一会儿就扔下几粒黄豆。最后那对中年男女拐进一条僻静的小巷子，进了一户高墙大院的人家。杨柳扔出最后几颗黄豆，然后躲进了斜对面一家空置的小院。大半个小时过去了，巷子里依然静悄悄的。黑小子怎么还不来？难道是找不着我扔的黄豆粒了？若是再耽搁下去，会不会生出什么变故？
紧闭的大门突然打开，从里边走出来一个鬼鬼祟祟的年轻人，然后快步离开。再返回时，身后跟了一对双胞胎，两个男人手里拎着一个大号袋子，袋子沉甸甸的。若是我没猜错的话，那2个袋子里也是孩子。真希望黑小子快点来，要不然我只能自己对上这些人贩子了。没多久，小院的门又被人打开了，那对中年男女率先走出来，在他们身后还有刚刚进院的那对双胞胎兄弟和那个男人，最后还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头。这是要跑。杨柳别无选择，他冲出院子，故意跌倒在那群人贩子面前，几个人贩子吓了一跳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怎么出现在这里？你们是谁呀？大牛饿了，想吃饭饭。大哥，他不会是个傻子吧？哥们，你眼神真好，我就是在扮演一个傻子。你才是傻子，你全家都是傻子。我苗说了，谁说大妞是傻子，谁就是傻子。大妞不跟你玩，你会？大哥，看来我没看错，这就是个傻妞。看起来还真就是个傻的。当家的，你觉不觉得他有点眼熟？不会吧，自己在火车上可没和他们2个说过话，就是去厕所时，中间还隔了人的。难不成这中年女人记性特别好？我想起来了，当家的，你觉不觉得她长得有点像刘家屯村东头老看家的小闺女？这就是个傻子，我们赶紧走，别耽误了正事。大哥，既然是送上门来的，不如我们一起带着。上次去山里，不是有好几家想要媳妇儿吗？县城的一个，不减白不减。大妞饿了，大妞想吃东西。若是一个正常大姑娘，说不定能值个几百块，可这是个傻的，肯定没那么值钱，但50、70的应该不在话下，钱都主动送上门来了，不减白不减。那就带上他。猴子，你来搞定。只见精瘦年轻人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沾了料的帕子，笑嘻嘻朝杨柳走近。妹子饿了，哥这里有好吃的。海哥呢？遇见我，一会儿就让你变成倒霉哥。当猴子想要用帕子捂上杨柳口鼻时，杨柳直接窜到了那个中年女人身前。大妞饿了，大妞想吃饭饭，包包里是什么？是不是藏了好吃的？有肉包子吗？大妞想吃喷香喷香的肉包子。在中年女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杨柳已经拉开了她手里的袋子，里边赫然露出一张稚嫩的小脸。你个傻子干什么？当家的，他看见了。看见了又能怎么样？不过就是个傻子，用不了多久他也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猴子，还等什么呢？猴子再度向杨柳靠近，但是杨柳再一次灵活地躲了过去。赶紧动手，老5、老6，你们也一起上。二人将手里的袋子放到中年男人旁边，撸胳膊挽袖子也加入了围追杨柳的行列。只是杨柳不停乱窜，让他们连边都摸不着。老大，这丫头有点邪门。大家一起上，速战速决！别忘了我们干的可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活儿，若是被抓了，你们知道是什么下场。这次那2个双胞胎抓住了杨柳，但是还莫等两兄弟反应过来，杨柳就把两兄弟脑袋撞到了一起。两兄弟像2个破布娃娃一样瘫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剩余的几人看到这一幕都呆愣在原地。完了，劲儿用大了，不会直接被我弄死了吧？老5、老6。中年男人反应过来后，从兜里掏出一把匕首，随后慢慢靠近杨柳。当家的，小心点。好玩好玩，大妞喜欢，大妞还要玩。刚才还以为这小丫头是装的，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，这就是个有点邪门的傻子而已。或许老5、老6只是没有防备，被傻子下了黑手。此时，中年男人手里匕首寒光一现，直直朝杨柳刺了过去。2条街以外，黑小子正带着身着制服的公安急匆匆地赶来。我找到了，豆粒在这里，向这个方向走，他就在前面不远，我们快一些。小子，你确定那些人是人贩子？没错，就是人贩子。另一边，杨柳早已解决了战斗，他满头大汗的在树下休息。突然，他想起了一个重要的事情，那几个孩子还被闷在袋子里呢。杨柳赶忙过去，打开几个口袋，果不其然，每个口袋里都装了一个孩子，小到2、3岁，大到6、7岁，一共5个，全都是小男孩。杨柳还看见了火车上老太太的大孙子，那个叫做金宝的男孩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街道拐角处传来一声惊呼。杨柳向那里看去，只见黑小子带了几个身穿制服的人，飞奔着向他这个方向而来。快，在那里！杨柳坐在几个孩子身边，看见公安的那一刻，他哇的一声装哭了起来。公安叔叔，你们怎么才来？可吓死我了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别怕，你很勇敢，你救了5个孩子。这都是你一个人干的？是我，同志，你们不会把我也抓起来吧？我这是正当防卫，他们想要抓我，我才还手的。不是，小姑娘，你误会了，人贩子是坏人，你打他们是对的。依我看，这还打轻了呢，要是我，绝对废了他们的双腿。你小子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了，怎么什么话都敢说？随后2个公安一起查看那些孩子，而老公安则来到杨柳身边，目光一扫，最后落在杨柳刮伤的手上。小姑娘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就是看着吓人而已，用不了3天就能好。
你倒是看得开，能和我说说你是怎么发现他们是人贩子的吗？我听那黑小子说你们是下乡的知青。完了，火车。对呀，我们赶不上火车了。这2个孩子好像脑子不太好，怎么现在才想起来？不过2人抓住了人贩子团伙，救下来5个孩子的，适当的安抚还是应该的。你们放心，等事情调查完之后，我会派人送你们到下乡的地方。稍后我也会联系你们下乡地方的知青办，告知你们迟到的缘由，不会让你们有麻烦的。我要的就是这句话，要不然问我和黑小子2人该怎么解释擅自从知青专列上跑下来？最起码报到时间未能报到，就够我们喝一壶的。随后，杨柳将事情仔仔细细向老公安说了一遍，着重描述了自己为了追查拐卖团伙救出被拐儿童的英勇壮举。真是你一个人打倒的他们6个，不过就是个瘦巴巴的小姑娘，充其量也就13、14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放倒6个人贩子？你多大了？16了，就是看着小而已。我就是看着瘦，实则力气大着呢。虽然受了伤，但是不影响我发挥。您要是不信，我就让你瞧瞧。杨柳看到院子门口有一个石墩子，那个石墩子有几百斤。杨柳走过去，不费吹灰之力，直接就将那石墩子抱了起来。好了好了，你这小姑娘，快放下吧，可别砸了自己的脚。这小姑娘力气是真大，你练过吗？那没有，我就是胡乱使力，大力出奇迹吗？若这小姑娘不是个下乡知青，我都想把她收归己用。要是我们所里也有个这么大力气的，还怕什么歹徒？此时6个人贩子已经同时戴上了银手镯，排排站着，而那几个孩子还昏迷不醒。你们2个也跟我回去，等所有事情尘埃落定，我安排人送你们到下乡的地方。同志，我们俩这几天的伙食和住宿，你们包吗？还是头一次遇见这么直言不讳的人呢。包，当然包了，不但包吃住，就连你们过几天下乡的车票，我们都包了。回到局子的杨柳正惬意地休息着呢，突然敲门声急促响起。谁呀？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妈做的，让我特意送过来给你。给我？为什么？我妈说了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或许几天前我就坐火车下乡了，哪里还能在家多待这几天？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妈特意做了她拿手的酱菜，确定不尝异常。父亲生病，常年卧床，母亲一个人工作养活一大家子人，下边还有3个弟弟妹妹。今年我要是不下乡，妹妹就要去了。我是大哥，当然该替妹妹去。多亏了杨柳，我才能多陪妈妈几天。这是我妈做的拿手酱菜，就是东北那边传过来的呢，可好吃了。就着这个酱菜，我能吃3大碗高粱米饭。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就看在你如此诚心的份上，收下了吧。洗好后会还给你的。成，明天武公安就会安排人送咱们去隆平县了，你千万别睡过头，我们在火车站会合。放心吧，你大姐我办事绝对牢靠。其实我和你一样大，我今年也是16。那咋了？虽然咱们年龄一样，但我觉得我肯定比你大。你还没说你生日是什么时候呢？怎么就肯定比我大？我不要你觉得，我只要我觉得。先别走，等着。不过几秒，杨柳手里拎着个布袋子出现在了蒋小年面前。拿着。不，我不能要你的东西。谁说是给你的？这是我给你妈妈的，感谢她送我的酱菜。那也不用。你又不是你妈，你怎么知道她会拒绝？是哟，杨柳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忽悠一个黑小子，我还是手拿把掐的。在过去的几天里，杨柳和蒋小年2人配合老公安他们完成了各项取证调查。期间，杨柳还看见了火车上的那对婆媳抱着那个叫做金宝的小男孩，那是一通哭。当得知是杨柳救了自己大孙子，抓住人贩子的时候，老太太一改之前嚣张跋扈之态，扑通一声就跪在了杨柳跟前。姚寿啊，这么大岁数的人跪在自己跟前，这老太太不是为了感谢，而是为了变相的让我折寿吧？老太太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举动的不妥，她脸色讪讪地站起来，却让儿媳妇和孙子跪了下来。磕头，这就是咱家的恩人，没有恩人，咱家金宝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。小姑娘，之前是老太太我做错了，你放心，你不是去隆平下乡吗？我们家就在隆平的下一站，要是有啥事就去找老太太我。自打绑定这个系统以后，杨柳每日都不忘交易一次，比如从下堂妻她是女将军的姑娘手中用小人书换了一把匕首，从末世校花女霸王的飒爽美女娜用5斤白面换来了10根金条，还从部落女祭司娜用大盆和保温杯换了10只金禽兽。今天杨柳刚打开系统，突然有人主动向她发起了交易，这还是头一次有人主动向我发起交易请求呢。杨柳点了一下接受按钮，光屏上出现了一个身着华丽宫装、长相极美的女子。欺凌小可怜，到底是哪个王八蛋起的名字？满满都是恶意。我是欺凌小可怜。太好了，我等你很久了，只是之前我在线的时候你不在线，一直错过了。看来菩萨还是眷顾我的，今天就接通了呢。这是专门来找我的。
你找我有什么事？小妹妹，别害怕，姐姐可是个好人哟。你认识宗门大师姐吧？我就是通过她才知道你的呢。我听宗门大师姐说，你有一种糖果很是可口。她居然说我没吃过那种糖果，怎么可能？我倒是要瞧瞧，这世间有什么糖果是我未曾食过的。原来是奔着奶糖来的啊！小妹妹，姐姐我向来大方，怎么样？那种糖果你还有吗？何不与我交易一番？符纸法器什么的，我倒是没有。不过金银玉器、绸缎布匹什么的，还是有很多的。姐姐喜甜食，自然。小妹妹，难道你除了那种糖果，还有别的甜食？当然，我不单有，还很多，还都是姐姐你未曾吃过的甜食。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小妹妹，你跟姐姐说句实在话，你想交易什么？金元宝、银锭子，要不就是玉如意、红珊瑚、黑珍珠。我好像碰上了什么了不得的大户，听听这口气，还真是财大气粗啊！不瞒姐姐，我有4种不同口味的糖果，每一种都很独特，金银玉器什么的我就不要了，我只想要布匹，最好是棉布，白色的、黑色的、蓝色的、灰色的都行。确定不要绸缎？我还有极品耶洛纱呢。你想怎么换？可以，就按你说的，1颗糖果换1匹布。我只是想说，1斤糖果换1匹布，可现在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他与工装美人换了4种不同口味的糖果，除了工装美人点名要的奶糖以外，还有玉米糖、高粱饴和大虾酥。姐姐，我先把每种口味的糖果交易给你1颗，你先尝尝鲜，看看更喜欢哪个口味，然后我们再正式交易。这几颗糖果不算在我们的交易之中，全当是我送给姐姐的心意。好啊，小妹妹，没想到你倒是个会来事儿的，姐姐也不是小气的人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看来宗门大师姐那个冷脸的说的没错，味道确实不一般。小妹妹，以后你要是再有什么新奇的甜食都可以和我交易，还是那句话，姐姐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一个晚上，杨柳用135颗糖果换到了140匹布。我这真是发达了啊！去公社的这天，杨柳早早起来洗漱，只背着一个挎包就出了门。在售票大厅门口，杨柳见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蒋小年和那2个会一路护送他们到龙平县和平公社的公安人员。小同志，这次能抓到这伙跨省作案的人口贩卖团伙，你功不可没，政府和人民会记得你的付出和功劳。公安大伯，你别拿话换我，你就和我直说吧，有没有啥奖励，实质性的那种？这小同志咋不按常理出牌呢？奖励肯定是会有的，不过得等这个案子彻底结案以后，才能按公刑杀。你一个见义勇为的警级肯定是跑不了的。对了，还有证书也会下发，这些都会记在你的档案里，对你将来回城或是上工农兵大学都有帮助。那这个呢？你这小同志思想有问题呀！公安大伯，你此话差矣，我要是思想有问题，还能不顾自身安危跑下火车追人贩子救孩子？我要是思想有问题，还能面对6个人贩子临危不乱与他们殊死搏斗？我要是思想有问题，对，我说不过你，你和黑小子都有奖励啊，跑不了。不过会晚上一段时间，你们回去等通知就行，赶紧走吧，再不走赶不上火车的。又能白嫖一顿，包裹里有吃有喝，在火车上不用委屈自己。我是不是对老公安有点过分了呢？这一次，杨柳搭乘火车十分舒心，吃了睡了吃。2天2夜之后，一行4人终于下了火车。这就是龙平县，这才哪到呢？我们还要再坐小客车到和平公社呢。还要坐车？我们还要坐客车到和平公社。剩下的路，若是幸运，你们还能有个牛车坐；若是不幸，你们只能靠11路了。11路？那是什么车？你小子没听过11路海车？那是你的2条腿。事实也如2个公安所说，小客车上车里人多拥挤，什么气味都有。蒋小年坐角落里，好几次差点吐出来。到了和平公社知青办的人接待了他们。2位知青同志，你们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也和你们下乡的大队沟通过了。等你们过去之后，大队长自会安排你们的。你们下乡的地方都是在岭山大队，一会儿我会派车把你们送到岭山大队那边。还有你们的行李也一直存在我们这，一并都带过去。太麻烦你们了，我们自己过去就行的。就是不用送我们的，不过就是10几里路，我和杨柳2人走过去就行。还有那些包裹，直接往肩上一扛，天黑之前保准就能到岭山大队。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就是客气一下。这2个知青可是我们公社的先进人物，打击贩卖人口团伙的英雄，不能让他们自己去。小王主任开着破破烂烂的吉普车，带着杨柳和蒋小年离开。2名公安完成任务后，便搭乘来时的小客车回了龙平县城。这个车子不会抛锚吧？就这辆破车，还是我们和平公社唯一的一辆车呢。这也就是送你们2位见义勇为的英雄，换做旁人，公社才舍不得呢，宝贝得很。夕阳西下，一辆破旧的吉普车缓缓驶入位于大岭山脚下的岭山大队。大队长则是早早等在那里迎接了。小王主任，什么风把您吹过来了？
上次不是说有2个知青会玩到第天吗？这不，他们来了。就是他们俩。对，就是他们俩。大队长，人我可给你带过来了，怎么安排接下来就是你的事了。我公社里还有事，就先回去了。此时的杨柳和蒋小年周围围了不少村民，大家看着杨柳和蒋小年的目光里满是打量。大队长，咱们村里不是刚来了一批知青吗？怎么又送来2个？都回家去吧，明日还要上工呢。人群散去，至于杨柳和蒋小年两人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你是小杨知青？对，是我。王向仁，你认识吧？自然认识，那是我王伯伯。他是我儿子曾经的上级，他托我多照顾着你些。放心，我们岭山大队民风淳朴，没有什么乱糟糟的事。若你真遇到了什么麻烦，尽管去家里找我，别客气。王伯伯的关系居然这么硬，他曾经说过会托人照顾我，居然是我下乡这个村子的，还是大队长。走吧，我送你们到知青点去。你们包裹那么多，我喊2个人过来帮你们拿。叔，不用帮忙，我自己就行。在大队长诧异的目光之下，杨柳将行李包裹都扛上了自己的肩膀，就连黑小子蒋小年也有样学样，将自己的2个包扛了起来。以前来的知青，一个个的都跟个病西施似的，从公社到村里，什么都不拿，只跟在牛车旁边走路都要哭唧唧。今天这2个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，以后肯定会成为好庄稼把式的。3人向着村北的方向走去，不久后便到了一个大院子门口。这里以前是村里一户姓沈的大地主家长工住的地方，后来打土豪分田的，大地主家被打倒，那里也就空了下来。前几年知青陆续下乡，村里实在没地方安置知青，就把这当作知青点安置知青了。此时已经是晚饭时分，院里已经冒起了炊烟，但是空气中逐渐弥漫出一股糊味。大队长赶忙带着杨柳和蒋小年进了院子。谁炒的菜？这不是浪费粮食呢吗？我去，这不是火车上的那群人吗？好知青呢，出来一下。大队长，您怎么过来了？这是晚到的那2位知青同志吗？对，就是他们俩，杨柳知青和蒋小年知青。你安排一下，明天让他们休息1天，后天正式上工。好嘞，大队长您放心，人交给我吧。此时齐媛媛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，她看见是杨柳在那，挥着锅铲就冲了过来。杨柳，真的是你啊？你怎么才来？你不知道你在火车上不见了以后我们有多担心，我还想去找你呢。只是后来秦川说，大家不过是萍水相逢，没必要管别人的闲事。现在看来，我们可不止萍水相逢的缘分呢，往后咱们都得同吃同住了。你们认识？我们也是在火车上认识的，谁知道这么巧，我们不但来自同一个城市，又到同一个地方下乡。那是真挺巧的。我叫郝向东，是68年下乡的知青，得大队长看中，现在负责管理整个知青点。齐媛媛，既然你和这位女知青认识，那就麻烦你带这位女知青进屋安置一下。这位男同志，你和我走，我带你去男知青那边。齐媛媛过来就要帮杨柳拿行李，杨柳侧身避过。不用，我自己能行，只是你确定要先带我去屋里放铺盖？杨柳指了指不远处的灶台，齐媛媛恍然大悟，惊呼了一声，飞快挥着菜铲跑开了。毫无意外的，原本就有些焦糊的炒白菜，此刻彻底没眼看了。刘明，你怎么不看着点锅？你还说我？你不也一样？我不管了，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刘明甩袖子走了，走得毫无留恋，独留齐媛媛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那边郝向东已经安顿好了蒋小年，出来以后看见仍站在院子里的杨柳，显然十分惊讶。你怎么还在这？杨柳无奈地看向不远处垂头丧气的齐媛媛，郝向东满脸无语。这个齐媛媛虽然已经来了好几天了，可就没干过一件利索事。但是相比秦川和方小莲以及刘明，那3个是只动嘴不动手。彭知青，麻烦你出来一下。好知青，你叫我。新来的知青，你帮着带进去安排一下。好，我来安排。对面那间大屋已经住满了，小的这间还能住人，你看看剩的几个位置，想是在哪，我帮你把铺盖弄一下。屋子里还坐着3个女知青，她们见到有人进来，纷纷起身，看见陌生的杨柳，几人目光里都带着打量。我叫彭玉，住在旁边那个屋，你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我。彭玉将3人一一介绍给了杨柳，汪清和周娇娇2人笑着和杨柳打了招呼，顾和则只点了点头。幸好我不是和齐媛媛、方小莲住在一起的。杨柳这边才刚将被褥铺好，彭知青就去而复返。郝知青说晚上让你们和大家一起吃饭，算是给你和另一位知青接风洗尘。杨柳没打算占别人便宜，他从包裹里拿出1瓶肉罐头，全当是晚上给知青点加的菜了。与他1墙之隔的蒋小年也被邀请晚上一起吃饭。蒋小年虽然没有肉罐头，但他拿出了自己老妈特意给带的酱菜。院子内凳子上坐满了年轻男女，晚餐则是用放在桌上的几个大盆盛着的。正式开饭之前，在郝知青的带动下，每个人都做了自我介绍。方小莲和秦川看见杨柳则是吃惊不已。这一餐下得最快的就是杨柳拿出来的肉罐头和江小年的酱菜。
饭后，方小莲看杨柳有肉罐头，起了些小心思，她找个理由来和杨柳搭话。这人是忘了之前的教训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杨柳知青，没想到兜兜转转，我们的缘分居然这么深。之前在火车上，你突然不见了，我们还担心来着。只是你也知道，我身体不好，不能亲自去找你。如今看你平安归来，我真高兴。此时，汪清和周娇娇两个人凑了过来，他俩从小就认识，是住在一个大院里的。周娇娇的父亲是汪清父亲的顶头上司，于是乎，从小到大，汪清都是周娇娇的小跟班。方知青，你们认识啊？算是认识吧，我们都是从海市来的，之前还坐过一趟车下乡呢。咦，那不对呀，你们要是坐一趟车来的，杨柳知青怎么比你们晚了这么多天到？方小莲故作犹豫的样子，小心翼翼瞟了一眼杨柳，又瞟了一眼周娇娇。怎么了？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大家都是知青，以后每日都得见面相处，没什么不能说的吧？是啊是啊，难道是有什么你说不得的，或者我们听不得的？不是，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，我只是怕说了以后对杨柳知青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。毕竟我真的不想来了就引人注目，可有些人却总喜欢没事找事。既然找对，那他也不用客气了。我倒是不知道什么事会对我产生不好的影响。杨柳知青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你要想相信我们啊。小莲，你就是心太善良了，这又不是什么秘密，跟咱们一趟车的好多知青都知道，瞒也瞒不住的。他自己做出这么丢脸的事都不怕，你替他遮掩什么？这难道是有什么大秘密？院子里一时安静下来，众人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这边。刘明则是越说越来劲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没什么不对，怕什么？领导人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们要做实事求是的人，要做实事求是的事。杨柳知青是和我们一趟车下乡的，可是他在火车上失踪了，所以才晚到了这么几天。这件事不止我们知道，和我们一起到隆平县下乡的那趟车上的所有知青都知道。小白莲的段位就是高，看看不过是几句话几个表情，就有傻子为他冲锋陷阵了。但是我专治各种傻子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杨柳知青，我们知道那几天你肯定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可是天底下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不管你经历了什么，我们大家都不会嫌弃你的。小莲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他都做出来这么不要脸的事了，你还想替他遮掩？够了，你们两个别一唱一和的，我到底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，值得你们两个一个拼命指责，一个拼命遮掩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杀人放火逼良为娼了呢。瞬间，方小莲眼圈就泛红了，好不可怜，男知青们看见都心疼的不得了。杨柳知青，既然你自己都不要脸了，那我们也没必要再替你遮掩。我们坐的那趟火车上出现了人贩子，而你也突然失踪，不用我再说下去了吧？瞬间，知青典里的人看着杨柳的眼神都不对了。杨柳不怒反笑，他这一笑把刘明笑毛了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原来在刘明知青这里，一个人消失不见好几日，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啊，就是不清白了啊。那万一要是做了什么好人好事呢？凭你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既然刘明知青这么说，那我也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刘明知青了。第一，刘明知青怎么知道我是被人贩子拐了？你亲眼所见。第二，说我被人欺负没了清白的事，也是刘明知青亲眼所见。可是，你先别可是，听我说完。第三，刘明知青，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见了的这段日子不是真的去做好人好事？被人贩子拐了还能有好？难不成你有三头六臂，不但没吃亏，还把人贩子一网打尽？哼哼，算你小子蒙对了。刘明被杨柳的表情吓了一跳，他想到了之前杨柳手拎火车上占座老太太的事。刘明怕杨柳也像拎小鸡崽子一样把他拎起来，于是不自觉地后退了2步。原来刘明知青并未亲眼得见啊！刚刚那些话都是你自己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私下的猜想啊！那么就请你不要说些似是而非的话。刘明知青，你觉悟有点低啊！既然你并未亲眼得见，不知道事情真相，就别瞎说。也请有些人不要引导舆论，没事找事。还有，看好你的狗。方小莲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可谓精彩纷呈。刘明则是气得涨红了脸。小莲，我们走，没必要和他置气，就当咱们一腔好心为了狗。方小莲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这么大的脸，当时就绷不住了，哭哭唧唧地跑出了知青院。刘明见状，紧随其后追了出去。秦川看向杨柳的眼神则是变得锐利起来。此时的蒋小年从茅房回来，就觉得院子里的氛围有些怪，就连大家看他的眼神，好像也比他去茅房之前别有深意了几分。见郝向东坐在角落里，蒋小年直接走了过去。郝知青，大家这是怎么了？我脸上沾了什么东西吗？怎么大家看我的眼神有点奇怪？这我该咋解释？难道我要说人家看的虽然是你，但感兴趣的不是你？屋子里，杨柳看着自己的几个大包袱，有些发呆。
我是不是应该弄2个箱子用用？东西乱七八糟放在包袱里，找东西的时候麻烦不说，这看着也不好看啊。现在大家住在一个屋里住着，进进出出人来人往，要是东西丢了都不知道是谁偷的。杨柳知青，外边有人找你。是谁呀？和你一起来的蒋小年知青。怎么是他？院子里，蒋小年在来回踱步，满脸着急。他看见杨柳出来时，着急的差点要哭了。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？有事的是他吗？姐这2下子，你又不是没见过，无论是口舌上还是身手上，姐是那吃亏的人吗？好像是哦。我认识杨柳的时间虽然短，但我能看出来，杨柳还真就不是个会吃亏的人。不过，咱不是说好了不提叫姐那事了吗？我一口一个大姐叫着你，你居然比我还小上几个月呢。逗你玩儿呢，我也没让你叫啊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要去找大队长领粮食，你去不去？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？去，我去，咱俩一起去。好，那你等等。杨柳又回屋了一趟，再出来时手里依然空空荡荡，但蒋小年注意到了杨柳的兜里明显有东西。你兜里的是什么？少打听，出去再说。蒋小年跟在杨柳身后出了知青点，等离知青点远了一些，蒋小年终于迫不及待问出口：你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？就说你小子得管我叫大姐吧，要没有我罩着你小子可真不行。咱们头一次上门，咋能空着手去？有一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过？什么话？伸手不打笑脸人。关键是大队长那，我拐着弯的还有点关系，头一次上门不拿点东西实在说不过去。元神是真不争气啊，若元神能多记得一些事情，说不定我能更快的了解岭山大队，更快的和村里人打成一片。5年之后我才能依靠高考离开这里，所以和岭山大队的人处好关系很有必要。现在第一步就是先搬出知青点。杨柳不知道大队长家住在哪里，用2块糖贿赂了村里一个小孩帮忙带路。大队长家的院子很大，房子很新。此时正有一个50来岁的大婶坐在院子里编着草绳。你好，这里是大队长家吗？这是大队长家，你们是今天来的那2个知青吗？立下他爹，快出来，家里来人了。婶子，初来乍到的也没什么好东西，这些您收下。这可不行，来就来呗，咋还拿东西？人家小杨知青可是打拐英雄，自己要是收了打拐英雄的东西，那怎么行？既然是小杨知青送的，那就收下吧，也不是外人。天都这么晚了，我还以为你们今天不能来了呢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大队部，顺便再去把会计叫上。会计在账目上做好记录之后，还让蒋小年和杨柳2人签了名字，按了手印。每人100斤粮食，年底还粮食或者积分都成。这可是比真金白银还要好的东西啊！就是不知道这2个瘦巴巴的知青干上这多半年的活，能不能把这届出去的粮食还上？大队长您放心，别看我年纪小，可我有劲着呢。不就是干活吗？我在家里也没少干，借的粮食年底我肯定是能还上的。还有什么是需要帮忙的吗？大队长，我想搬出知青点。你想搬出知青点？我没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吧？怎么这一老一小这么震惊？知青点的人太多了，人多是非也多，我这人天生就不喜欢麻烦，所以就想着搬出去。你们城里来的这些娃子，真是一天天的没事找事，不就是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吗？在哪不行？人多麻烦，你咋不说人多还热闹呢？不过之前下乡的知青也不是没有搬出知青点在外边住的，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招知青住宿。君，你想搬出知青点也行，村里还有好几家能招知青住宿，刘寡妇家就她和一个17、18的闺女，还有文老头2口子呢，也可以住人。老2口子一辈子无儿无女，还有王家，他们家也可以，正好他家儿媳妇也是知青，你自己选1户吧。我想要出去住，不过是为了我行事更方便些。若是真住到别人家去，不但不方便，还多了更多人窥探，那哪成啊？大队长，这3家都挺好，不过我却有点别的想法。什么想法？说说我听听。我想自己盖间房子。盖房？孩子啊，盖房子的钱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而且到时候可是你一个人住啊。我想好了，大队长，我是一定要搬出知青点的，还得麻烦您在村里帮我批一块地方盖房子。我初来乍到，也不认识什么人，盖房的事宜还得大队长您帮着多操心。不过您放心，有什么说到您尽管提点我。盖房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咱们可得提前说好，若你将来有一日回城了，这房子可得留给村里。那是肯定的，毕竟在这个时代，就连山上的猎物草药，那也都是归国家所有，更何况是房子。成，那就盖房。明日你们2个不用上工，就在村里转转，先去选个地方。至于找人手买材料的事，都交给我。那就多谢程叔了。之前不还一口一个大队长的，这才多长时间，咋就变成程叔了？在外边的叫大队长。是程叔，你放心，场面上肯定叫您大队长，这不是私下里吗？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叫程叔显得不是更亲切吗？这个小杨知青倒是和其他城里来的知青有些不一样。
背着粮食回知青点的路上，蒋小年还有点没回过神来。你真要搬出去住？有什么不可以吗？没有。杨柳要是搬出去了，那我呢？自从人贩子的事以后，我还真有点依赖他了呢。要不我也搬出知青点，在杨柳盖房的旁边也盖一所小房。你笑什么呢？怎么鬼鬼祟祟的？我就是想问，盖间房子得多少钱？这个吗？七七八八加在一块儿也得70-80吧。70-80？我身上所有的钱加在一起才30块，这还是我妈趁我不注意偷偷塞到我的行李里的。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在知青点住着吧。夜深了，外面都是黑漆漆的，此刻知青们早就已经睡熟了。突然，刘明从炕上坐了起来。由于吃饭的时候，他没少吃蒋小年拿出来的酱菜，太咸了，于是他睡前灌了好几杯凉水，结果现在被尿憋醒了。刘明只好克服恐惧，独自去茅房。他前脚出去，后脚就有一个黑影跟在他身后往后院去了。什么声音？是后院茅房传来的，大家带上家伙，一起过去。男男女女一大帮知青一起来到后院茅房前，只见粪坑里，刘明正在不停挣扎，好多人一个没忍住，直接吐了。那个人是刘明，看，你们帮我一把。郝向东和秦川一起上手，用木棍把刘明从粪坑里提上来。刘明上来以后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。刘明，大半夜的，你怎么掉粪坑里去了？我不是自己掉进去的，是有人把我推进去的。刘明这话如同一滴水掉进油锅，瞬间就让众人议论纷纷。刘明知青，你确定？这可不是小事，这算得上是谋害知青、破坏团结了，开不得玩笑。当然确定，我才刚撒完尿，就有人从背后推了我一把。那你看见了是谁推的你吗？没看见，虽然我没看见，但是我肯定是有人把我推下去的。郝知青，你是知青点的负责人，我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可不能包庇凶手。你连谁推你的都没看见，我怎么给你做主？其实想知道是谁推的刘明也很简单。方知青是有什么好办法能找到那个人？既然是把刘明知青推进粪坑，那肯定就是和刘明知青有过节的人，所以我们往这个方向想，不就知道是谁干的了吗？小莲，你真聪明。方小莲朝刘明甜甜一笑，只是眼底一闪而过的嫌弃十分明显。我决定了，未来几天我一定要找各种借口远离刘明。你什么意思？小莲的意思是说，谁和我有过节，谁就是那个把我推下粪坑的人，是吧？小莲，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吧？据我所知，刘明知青来知青点不过几天，并未与什么人有过节吧？怎么没有？杨柳知青不就和我有过节？我在屋里睡得好好的，被刘明一嗓子吼了起来，现在这是想干啥？平白无故给我扣上一口大黑锅，我可不背。刘明知青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是我把你推进粪坑的？真要是我做的，我可不是只把刘明推进粪坑这么简单。对，我说的就是你，在这知青点，只有你一个人与我有过节，我想不出谁还能有理由把我推进粪坑。你这是无能狂怒啊！不过刘明知青，你就不能先把自己处理一下？这味儿，我是真的不想和这样的你对话。每当你一开口，就让我不自觉想起粪坑里的事。你，郝知青，你听见了啊？当着大家的面，他都承认和我有过节了，肯定就是他干的。刘明知青，凡事都是要讲证据的。你之前不还说没看见推你那个人的长相吗？怎么现在又说是杨柳知青干的？就他和我有过节，不是他还有谁？我承认我和你有过节，但你掉进粪坑这事可和我没一点关系。兴许是老天爷看不惯某些人无脑蠢，就想给他一个教训呢。别忘了你掉进粪坑的时候，我可还在屋里睡觉呢。我们屋里的几个知青都能给我作证。虽然这事不是我做的，但却是我想做的。真是感谢那个大好人，居然替我动了手。郝向东询问似的看向周娇娇、汪清和顾和，周娇娇和汪清都如实的点了点头。我觉得这件事不可能是杨柳知青做的，他就睡在我旁边，我这人向来浅眠，这一晚上基本就没怎么睡，我敢证明杨柳知青一直没有出去过。怎么可能？那男知青那边呢？有谁出去过吗？不就你自己出去了吗？我们听见你的声音，才一窝蜂跑过来的。是啊，我们也是听见声音才过来的。其实这个事情是黑小子蒋小年干的，他尾随刘明从屋里一路到了茅房，趁刘明背对自己撒尿之际，一把就将刘明推进了粪坑里。随后蒋小年一直藏起来，等一大帮知青一窝蜂跑来的时候，他趁乱混在了知青队伍里。总算是能给杨柳报仇了。刘明这小子欺负谁不好，居然敢欺负我大姐。刘明知青，是不是天色太黑，你根本没看清啊？是你自己掉下去的吧？怎么可能？就是有人推我。事到如今，刘明百口莫辩，只能用那无能狂怒的眼神盯着杨柳。好了，夜深了，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早还得上工呢。秦川抬脚想溜，却被郝向东喊住了。秦川知青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搭把手去帮刘明洗洗。秦川想要拒绝，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根本说不出来拒绝的话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帮忙，以至于一连几天，秦川都在做噩梦。
每每看见刘明、秦川，好像都能闻到萦绕在自己身边的那股子屎尿味儿。你准备怎么吃饭？按照知青点的规矩，要是和大家伙在一起吃饭，粮食就要统一保管。若是不想和大家一起吃，也可以自己单独开灶。若是自己有炉具灶具，那当然好；若是自己没有炉具灶具，也可以用知青点的。彭知青，我跟大家一起搭伙，以后还得麻烦大家了。你放心，和大家一起搭伙的话，我也可以做些事情的，洗菜洗碗都行。那蒋小年呢？彭知青，你们问过他了吗？问过了，小蒋知青和你一样，也和大家一起，我们都是2人一组搭档干活，你正好可以和小蒋知青一起。好，这下我可有了一个免费劳动力，我这可不是在占那黑小子的便宜，这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。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惦记上了的蒋小年，心情极好，见到杨柳出来，他立马围了上去。你这是捡钱了？没有啊，你怎么这么问？当然是看你高兴的有点太过了。这么明显的吗？我难道是控制不住？不行，我得压一下，不能太明显。此刻院子里没人，蒋小年凑近杨柳，压低声音炫耀：怎么样，我帮你出气了，心情好点了没？你干的，昨天晚上那件事居然是蒋小年干的，干得好，干的是真好啊！等着。杨柳急匆匆进屋，在自己带来的包裹里摸了又摸，拿出一包绿豆糕出来，随后出来递给了蒋小年：给你的，拿着。这是给我的奖励吗？自然是奖励，怎么不想要？你要是不想要，我可就收回来了。要，我没说不要。这包绿豆糕我终于送出去了。前天在火车上，我吃绿豆糕居然过敏，以后我再也不吃绿豆糕了。吃完早饭，知青点的其他知青纷纷出去上工，蒋小年和杨柳2人则打算去公社。杨柳想去溜达一圈，蒋小年则是要去给他妈寄信。但是由于他们从知青点出来的时间有些晚，已经错过了村里的马车，2人只能凭着2条腿往公社去。2人走了1个多小时后，终于到了和平公社。你不是要去寄信吗？去吧。那你呢？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事要办了，大人的事小孩少打听。我叫她2句大姐，难道杨柳真把自己当大姐了？杨柳不会忘了吧？我可比她还要大上几个月呢。杨柳溜达着进了供销社，没看到想买的东西后，又去了国营饭店。离得老远，杨柳就看见国营饭店门口立着的牌子，就冲昨天晚上蒋小年为我打抱不平，朝刘明下黑手，等他那边完事，我就请蒋他到国营饭店吃顿肉。又在镇上转了2圈，杨柳还看见了一家回收站。他想到小说里写的回收站必有宝贝的原则，杨柳喜滋滋的进去了。只可惜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找着，里边剩下的真的就只是淘汰下来用不上的东西。最后杨柳无所事事，坐在邮局外边，一边吃着从空间拿出来的牛肉干，一边晒着太阳。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一条土狗，一人一狗，大眼瞪小眼。你看我干什么？这狗鼻子也太灵了吧！包里放着的牛肉干，不会是被这土狗闻到味儿了吧？你也想吃？我告诉你啊，别打这块牛肉干的主意，太有主了。不行，这是要给黑小子的。你要想吃，让你妈给你买去。你跟我求情也没用，你脸皮也太厚了。咱们萍水相逢，互不相识的，就想跟我要牛肉干？你求我也没用，你要是吃了，黑小子不就没了？杨柳看着小狗那委屈的样子，还是不争气的心软了一下。那好吧，给你1块，咱可说好了只有1块啊。这狗不会是通人性了吧？杨柳不情不愿地从挎包里拿出1块牛肉干扔了过去，狗直接叼住牛肉干，然后快速跑远了。好啊，原来你是这样的狗。刚刚跟我要牛肉干的时候可不是这态度啊，现在倒好，东西到手转身就走，这狗是真狗啊。就在这时，一声轻柔低沉的笑声传来，杨柳吓得一个哆嗦。是。杨柳向巷子里看了看，并没发现有人。奇了怪了，我明明听见了笑声的啊，难道是被刚刚那只黑狗影响，我出现幻觉了？正在杨柳疑惑之时，蒋小年从邮局里出来了。杨柳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办完事了，特意来找你。你给你妈写完信了？已经寄出去了。我问过邮局的工作人员，估摸着4、5天就能到。等你妈收到了你的信，她也就放心了。你的事也办完了，那咱们回队里吧。在那之前，我先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不是答应请你吃好吃的吗？看在你昨天晚上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不是，是报仇雪恨的份上，姐请你去吃炸带鱼。炸带鱼？你有钱？当然，别看姐打扮的普普通通，吃炸带鱼的钱还是够的。走，国营饭店走起。只是2人还没走出去几步，后面就跑过来一个男人，直直撞到了杨柳。杨柳根本没有防备，一下就摔了下去。此时又有2个男人从后边追了过来。站住，抓小偷！你个小偷，撞了人居然不道歉！走，咱们也去帮忙。跟着杨柳混的日子，简直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。这才抓了人贩子没多久吧，现在就开始换成抓小偷了。杨柳2人迅速追了上去，不一会儿，他们就追上了那2个抓小偷的人。前面那个是小偷？对，
他还是个重要人物，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多天，只要抓住了前边那个，拔出萝卜带出坑，整个盗窃团伙都跑不了。和平公社街道上小巷子特别多，前边跑着的小偷一晃身就进了一条小巷子，杨柳他们根本找不到小偷。怎么办？这里岔路口太多了。分开追。我们也去帮忙。那你们自己小心点，那个小偷手里有武器，而且他身上背着人命，关键时候保护好自己。巷子里，蒋小年一直跟在杨柳身边跑了半个小时，两个人都累得不轻，但是他们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杨柳，你觉不觉得和平公社这些房子有些奇怪？怎么绕来绕去这么半天，全是胡同，还绕不出去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听人说，和平公社这些房子建的有讲究。有什么讲究？难不成还按迷宫建的？差不多，和平公社整个公社的建筑都是按照5行8卦方位建造的，所以小巷子才极多，而且四通八达，进来容易，可再从你进来的那个入口出去，可就难了。那我们抓小偷不是更难？不好说，万一我们点子正，说不定还会和小偷来个面对面呢。不会吧？而且那可不是我们点子正，是那小偷点子背。杨柳，我发现了，自从认识你，我这一成不变的生活，现在多姿多彩。这话怎么说？你看啊，短短5、6天时间，我跟着你不是在打拐子的路上，就是在抓小偷的路上，这还不叫多姿多彩？以后跟着大姐好好混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杨柳，我觉得你说这话的态度，怎么像是个大反派？哪有啊，我要是大反派，那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反派。你好像跟如花似玉这个词一点都不挨边，咱还继续找吗？不找了。成，那我去巷子里头撒泡尿，然后咱就走。我又不是你吗？下回这事不用给我报备了。蒋小年笑嘻嘻地跑进了小巷子，杨柳就等在小巷口。突然，巷子里传来蒋小年的惊叫声，杨柳撒腿就向巷子里跑，可一进去就看见蒋小年正和小偷打在一起。蒋小年，换我来！杨柳冲上前去，一把制服了小偷。臭丫头，我告诉你，识相点儿，赶紧放开我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要不然有你好看！哎呦，你还威胁上我了！你一个贼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这么大言不惭的？小偷灵机一动，准备将杨柳撞倒，但是他不但没将杨柳撞倒，自己反而撞得头晕眼花。哎呦，你这死丫头，力气也太大了！知道我力气大，你还跑？我告诉你，遇见我们是你运气不好。蒋小年，拿绳子把他给我捆了。好嘞。蒋小年跑到墙角的一堆破烂旁，从里面找到一个掉了底儿的桶。绳子没有，你看这个行不？蒋小年把这掉了底的木桶往小偷头上一扣，正好卡住小偷。你小子倒是个脑子转得快的。那当然，我妈从小就说我有才。那你妈就没说你平时怎么样吗？那倒没说。这小子以为他妈是在夸他，哎，自己还是不要戳破了，就让他这么以为，似乎也不错。你小子确实有几分才。他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，完全忽略了小偷。小偷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把匕首，瞬间挣脱了束缚，随后向杨柳刺去。去死吧，多管闲事！那把匕首距离杨柳越来越近，突然，小偷直接摔倒在地，就连那把匕首也甩了出去。杨柳见状，迅速再次制服了小偷。蒋小年，是你小子捣的鬼吗？没有啊，不是我。那倒是奇了怪了，看来是老天爷帮忙呢。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在他们不远处，莫名出现了一枚指甲大小的石子。一墙之隔的小院内，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，他手里抓着一把石子，正嘴角噙笑。高大年轻人旁边还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。沈哥，你不像是个会多管闲事的人啊。你懂什么？我这叫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之前你还告诫我让我闲事莫管呢，若不是今天一整天我一直就没跟你分开过，我真要怀疑眼前的人到底是不是我认识的沈焕白了。2位知青同志，这一次真是多谢你们了，还得麻烦2位跟我回去一趟，配合一下调查。等配合完一切事宜离开和平公社的时候，已经是半下午了。国营饭店也只剩下的也都是些蔬菜，最终两人随便点了点菜就狼吞虎咽了起来。原本是要请你吃肉菜的，哎，倒是没吃上，下次有机会保准补上。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哈，下回再吃你一顿。杨柳他们到知青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，杨柳连屋子都没进，直接就去了大队长家，去商量在哪里建房。真想好了，建在村南头。想好了，程叔，虽说南边离大雷山近，可我又不是远离村子，就挨着王家建房就成。成，那就建在那吧。人手我已经帮你找好了，但现在每日都上工，只能趁着早上上工前晚上下工后去干活，大概20来天，房子院子都能给你砌起来。还有啊，我答应了这些来干活的汉子，每天给他们1人5毛钱。你放心，村里的人都实诚，不会特意磨洋工。程叔，你选的人我自然是放心的。我先拿100块放在您这里，盖房子起院子，肯定有很多用钱的地方，多退少补，您别跟我客气。对了，程叔，咱村里有没有会打柜子的？我想买香笼柜子。你说李瘸子啊，他就会打柜子，等会儿让你婶子带你过去吧。
太麻烦你们了，程叔，我自己就能找到地方。得知杨柳是来买香笼的，李瘸子媳妇儿十分高兴，主动引着杨柳去了李瘸子平日做活的屋子。屋子里摆了香笼、柜子、盆子等很多东西。杨柳相中了2个原木色的大箱子，又要了2个木盆，一共花去了11块。小杨知青是吧？你还有什么需要的？以后可以提前说，我家那口子能按照你的要求的。只要你能说出个大概，我家那口子就能让你满意。最后，杨柳把新家要运的东西都指名道姓的预定了一份。小杨知青呢？你确定要这么多？确定、肯定以及一定。婶子，我知道你们这行当的规矩，总不会让李叔白干的。杨柳回来的时候，天都已经擦黑了，屋子里赫然多了一张生面孔。看见杨柳进来，年轻女人的眼神有一瞬间的错愕，随即又恢复清明。那个女人是认识我吗？哟，舍得回来了。杨柳没搭理周娇娇，她径直走到抗伟自己床铺的位置，然后准备睡觉。你这人怎么不识好歹？娇娇和你说话呢？杨柳依旧没搭理他们，汪清和周娇娇也不自讨没趣，自顾自的又聊了起来。桃姐，你说你咋这么好命呢？嫁了个军官还不用干地里活，每月都给你20元。顾知青，要我说呀，女同志年龄大了就得找个好人家嫁了。比如说我，不就找了我们家长君吗？瞧瞧我们家长君，对我那可是相当舍得的，就连我婆婆都争不过我去。此时，桃子又伸出自己的手，唉声叹气：“桃姐，你这又是怎么了？手咋了？”新买的擦手油，好用着呢。前2天我还觉得这手背上有些粗糙，瞧瞧，只抹了一回，多润呢。听说里边还有马油呢，比那几毛钱一盒的普通擦手油可好上不知道多少倍。我们家长君就是舍不得我受委屈，每次写信回来都叮嘱我不要特意省钱，想买什么就买，想吃什么就吃。顾和实在不愿意听桃子说话，直接起身借着打水的名义躲了出去。直到这时，桃子才停止了炫耀。呀，这么晚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时间晚了，我婆婆又该来寻我了。老太婆看我看得紧着呢。桃子离开了，汪清看着桃子留下来的10几块糖果，目露期待地看着周娇娇。小家子气，喜欢这便宜货，你就都拿去。几乎是风卷残云一般，汪清把10几块糖果全都塞进了自己的兜里。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娇娇啊，你说桃子和顾和到底什么仇什么怨？我总觉得桃子看顾和的眼神里有一些不对劲儿。这你都看出来了？我当然看出来了。我觉得桃子看顾和的眼神，怎么说呢？有嫉妒，有不屑，还带了点防备。自从和王长君结婚以后，又似乎带了点幸灾乐祸。管他是什么原因呢，反正跟咱们没关系，大家目标一致，不都是讨厌顾和吗？2个人正说着，顾和开门进来了，汪清面色有些尴尬。你们都没上过学吗？见做常思几个，闲谈莫论人非。顾和，你说谁呢？我说谁，谁自己心里清楚。周娇娇气得站起身，一脚踢翻了旁边的脸盆，这声音把杨柳吵了起来。不想要了。有你什么事？是不关我的事，不过你刚才弄出的声音吵到我睡觉了，现在就关我的事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脸盆不要了。我要不要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脸盆是我的，我想要就要，不想要就不要，是吗？只见杨柳穿鞋弯腰，伸手捡盆，几个动作一气呵成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杨柳拎着脸盆打开屋门，用力往外一甩，把洗脸盆直接扔出了知青院。杨柳，你太过分了！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都是你自找的。周娇娇终于老实了。杨柳见此，重新躺回炕上。周娇娇看着炕上躺着的顾和与杨柳，气得咬牙切齿。1个2个的，都是跟我来作对的是吧？娇娇，你别招惹他们了，他们……刚才我被杨柳欺负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出手？现在倒是充当好人来了。下回往家写信的时候，我肯定要告诉爸爸和汪清，就等着你爸妈写信来骂你吧。收起你那样子，好像我欺负你了似的，赶紧吹灯睡觉。可是我还有几件衣服没洗呢，要洗出去洗，别影响我休息。周娇娇径直走到煤油灯旁吹熄了火，汪清没有办法，只好出去了。半夜里，杨柳收到了一个名字叫做霸总那个出国的白月光的人的交易申请，对方用肯德基全家桶换了一块领导人的头像勋章，可是现在并不方便吃薯条、鸡翅什么的，杨柳只能先留在空间里。第2天早上，杨柳醒来时，屋子里只剩下周娇娇一个人，她刚穿好衣服，便听见院子里传来汪清的哭声。此时的院子里已经站了好几个人。这是怎么了？小杨知青，昨天夜里你听没听见你们窗根底下有什么异常响动或是可疑人员？到底怎么了？是汪清，他的好像东很会看眼色，知道几个男知青在这，彭玉不好说话，他立马把男知青们支走了。汪清的内衣丢了，内衣丢了，上边的和下边的都找不着了。我昨天晚上洗完衣服的时候，就将衣服晾在我们女知青这间房的窗根底下了。早上我本想趁着男知青还没起来的时候把衣服收回来，出来一看，绳子上只剩下了我的灰色外套和军绿色长裤，而我的内衣裤则都不翼而飞。
你放心，肯定能找回来的。兴许就是夜里起了风吹走了而已，寻回来就好了，洗干净了一样能用。可是，恒知青，其实咱们知青点已经不止我一个人丢了内衣裤了。什么？还有谁丢了？之前娇娇也丢过一次，还有林招娣，她是最先丢了的。那你们怎么不早点说？这让我们怎么说呢？大家找遍了知青点院里院外，没有一点线索。最后还是周娇娇嫌弃汪清哭唧唧的闹心，说下次自己买新内衣的时候也给汪清买一套，汪清才收了眼泪。你也注意点自己的内衣，就是洗了尽量也别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知青点还有内衣大盗？莫名的，杨柳有点兴奋呢。他眼珠一转，突然就有了一个好主意。正好他一出门就看见了彭玉，杨柳干脆将彭玉拉到屋里，两人嘀嘀咕咕了一番。最后，彭玉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杨柳：“你确定？”“当然，若是我们现在去查，肯定查不出是谁。毕竟他偷了东西，肯定会妥善处理，不会让人抓到把柄的。但按照我说的，若他再犯，那他肯定逃不出我的五指山，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”“好吧，那我就信你一次。”由于是第一天上工，杨柳全副武装才从知青点出来。杨柳和彭玉一起去地里上工，偶尔遇见村里人，村里人那打量的眼神让杨柳很是不解。他们为啥老看我？知青点的这些知青们实在太拿不出手了。我干的最好的知青一天也才只能拿到8个工分，其他人平平常常也就6、7个工分。周娇娇、汪清他们2个每天最多4个工分，秦川和刘明每人能对付4、5个工分，齐圆圆也能拿到4个工分。但是方小莲第一天来的时候只得了2个工分。原来是这样。杨柳来到地里的时候，部分人已经在地里了。大队长拎着烟袋锅子站在地头，开始指点江山。看见打扮怪异的杨柳，大队长满脸疑惑。小杨知青，您咋算了，不一样就不一样吧，谁让这娃子是我罩着的呢？村子里的婶子大娘们看见了杨柳的怪异打扮，大家私下蛐蛐了好几句。玉国家的大队长，啥事儿？小杨知青认得吧？认得，就是坐小汽车来的那个，那天我看见了他。就你好心儿。那当然，大队长你还不知道我吗？咱村里啥大事小情，还能有我不知道的？说你胖你还揣，你当这是啥好话呢？老娘们家的，好好过日子呗。就你东家长西家短，整日扯老婆舌，还有老胡婆子，你俩一样的。大队长，你咋这说？你忘了上回隔壁小庄村趁黑来咱们队里投柴禾，要不是我和胡婆子之前听到了风声给你报喜，怕是去年冬天咱们村的柴禾都不够烧吧？得，我不跟你犟，人我是交给你了，一定给我带好。这大队长的要求也太高了吧？就我们村这些知青，除了郝知青和彭知青以外，哪个是干活的料？这是村里程玉国家的，你叫他一声花婶就行。花婶。好了，你们干活去吧。花婶带着杨柳回到了他所分配的那片地里，开始向杨柳介绍了起来。小杨知青，你就像我这样，一次拿2根笼，你站在垄沟，一路向前，左右都能照顾得到，一会儿就到头了。看着听话的杨柳，花婆子心里颇得意。城里来的姑娘又咋了？还不得像我们一样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干活，而且活儿还没有我干得好呢。莫名的，花婆子就自我洗脑了，就连干起活来的速度都比刚才快了不少。只不过拔着，花婶就觉出了不对劲儿。花婆子抬头向旁边杨柳的位置看去，并没有看到杨柳。咦，小杨知青人呢？妈耶，不会还在地头磨叽呢吧？花婆子不耐地回头向刚才杨柳的位置看去，就见杨柳真的还在原地一动不动呢。小杨知青，你倒是拔草啊，干啥呢？我就是观察一下地形。观察啥地形？这小杨知青真会没事找事。这地形有啥好观察的？闷头就干呗。花婶，我就是在想我该怎么闷头干呢？干活就干活呗，咋还分怎么干？我刚才不都告诉他了吗？那你可快着点，你要是做不完，我可不能帮你啊。要是他能给我点什么好处的话，我倒是可以考虑。那一会儿小杨知青要是开口找我帮忙的话，我该朝小杨知青要点什么呢？可是几小时过去了，杨柳还是没来找花婆子，他感觉不对劲，再次回头看去，又没有看见杨柳。正当花婆子想去给大队长告状时，却一眼瞟见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到他前面去的杨柳。小杨知青，你怎么了？花婶，你咋那么快？后边的都拔完了啊！在花婆子的震惊目光之中，杨柳又开始了急速除草模式，几乎只用了花婆子一半的时间，杨柳就已经干完了自己一天的活计。小杨知青这利索劲儿，还真不像个城里来的小姑娘，甚至比我这个干了半辈子地里活计的乡下人都要利索。城里人坐小汽车来的，还能干活。想到这些，花婶子心里冒出来了个主意。就在花婶子愣神时，杨柳已经把剩下的活都干完了。大队长才刚换好烟色，就差点被身后突然出现的声音吓掉魂。你这孩子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，咋不去地里干活？我就来问问大队长，我要是现在干满了10个工分，是不是就能提前下工了啊？然，大队长，您给我个准话，
到底能不能啊？你若真能提前干完10个工分，自然可以早些回去。太好了，这孩子不会一上午就累傻了吧？大队长，我现在就干完了10个工分的活儿，那我就回去了哈。你说啥？都干完了？你这小丫头可别拿话唬我。10个工分。大队长，您还不相信？我力气大着呢。走，带我去你地里瞅瞅。看见收拾的干净麦地，毫无一点杂草，大队长沉默了。傣族里终于出了一棵好笋，知青里终于有了一个会干活的了。你下工吧。太好了，那我就回去了哈。大队长再见。杨柳美滋滋的回去了。在路上时，他碰到了蒋小年。咋了？干不动？等我这边完事，我就去帮你干哈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干不动，姐是干完了，10个工分呢。杨柳这一句话激起千层浪，附近几个干活的村民都用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他。杨柳没再搭理其他人，和蒋小年告别之后，就离开了地里。路上，杨柳边走边采了一些野花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发现自己走错路了。知青点是往村北头的方向去的，可现在我怎么到了村西头了？不远处，一棵粗壮的大柳树长在那里。杨柳走过去，靠着大树坐了下来。此时有几个小男孩冒了出来。你是谁呀？我们一直坐在那，这棵树长得粗壮，你没看见我们也是可能的。你还没跟我说你是谁呢？我呀，我是杨柳，知青点的知青，你们可以叫我。我知道，小杨姐姐。你认识我？你去过我家？你是刘木匠家的。你们在打猪草？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筐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一会儿你们就没什么事了。那平时这个时间你们都做什么？我们有时候去那边水沟里捉泥鳅，有时候去山里采蘑菇，有时候还会去地头草丛里捉蚂蚱。哟，你们的生活还挺多姿多彩的。那当然，这才哪到哪，小东河里还有鱼呢，就是我妈不让我们去。可不是，小东河里不但有泥鳅，还有鱼呢。之前狗蛋他三叔还在里边抓了一条3斤多的大鱼呢。那你们今天下午打算去呢？前2天刚下过雨，我们打算去前边林子里捡蘑菇呢。小杨姐姐，你要和我们一起去吗？不行不行，小杨姐姐不是知青吗？知青都得下地干活，她要是和咱们去捡蘑菇，不就挣不到工分了？我奶说，知青要是挣不到工分，就没有粮食，没有粮食不就饿死了吗？我奶还说了，千万不能借给知青粮食，借出去容易，还就难了。他们不干活挣不到工分，肯定还不上粮食的。小杨姐姐，我说的对吗？原来知青在村里的印象是这样的。你奶还说什么了？关于知青点的消息，你们还知道啥？都给小杨姐姐说说，姐姐也不让你们白辛苦。这是小杨姐姐给你们的辛苦费，来，一人先来1颗。不过咱们可得先说好，这是你们和小杨姐姐的秘密，回家以后不能和家里大人说。小杨姐姐，我们真的可以吃吗？当然，这些可不能随随便便给你们了。按照咱们之前说的，你们告诉我消息，我才给你们。每说一件事，就可以奖励1块糖，怎么样？我奶还说，知青点的彭知青屁股大，以后肯定能生男娃。知青点的周知青干活不行，找儿媳妇儿可千万不能找那样的，要不然娶进家门不是儿媳妇伺候老婆婆，而是老婆婆伺候儿媳妇了。我知道，知青点的头知青嫁给了王寡妇家当兵的那个儿子。这算什么消息？村里人都知道。小杨姐姐，你听我说，知青点的林知青喜欢占小便宜，我看见好几次他和喜鹊他哥哥要东西呢。是啊，我也看见过林知青和别人要东西，但不是和喜鹊他哥哥，而是和周知青。我也看见过，但既不是喜鹊他哥哥，也不是周知青，是和张家三姐。林知青是另一个大屋里住着的那个叫做林招娣的女知青。第1天一起吃饭的时候，属那个林招娣吃的肉最多。我还知道知青点的穆知青和周知青在处对象。才不是呢，我上次看见穆知青没收周知青的东西，那就不是处对象。谁说不是？我都看见好几次周知青想要去抱穆知青了。那也不是，我奶说了，处对象的男女之间才会送东西。周知青给穆知青送东西的时候，穆知青没收，那就不是处对象。杨柳被一条又一条的信息弄得一团乱，他也不想听了。好了，不用再说了。不是说下午要去山里捡蘑菇吗？我和你们一起去怎么样？小杨姐姐，你放心，跟着我们进山，肯定不会让你空着手回来的。爸，我捡到了1朵白蘑菇，这里还有，我也捡到了。陆陆续续，在这一片，大家都捡到了蘑菇。后面，杨柳还捡到了一大把黑木耳，挖到了一大把婆婆丁。咱们这山里就没个野物。小杨姐姐，你想说什么？野鸡啊，野兔啊，野猪啊什么的。那可没有，这里离村子近，你说的那些东西得往深山里去才能遇得见呢。看来只能等以后自己单独进去碰碰运气了。
此时的地里，方小莲装晕倒在地，秦川、刘明、齐圆圆等人都目露担忧地看着方小莲。小莲，你怎么样？还好吧？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帮小莲啊！哦，齐圆圆应了2声，手忙脚乱地去扶着方小莲。方知青，现在感觉好些了吗？我没什么，可能就是刚刚有些晒着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行，那你就先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先回去干活了。要有什么事喊我们就行。齐圆圆也想走，秦川和刘明却同时发难。你没见小莲都这样了吗？你干什么去？你留下来陪着小莲。可是我那活儿还没干完呢。一会儿再干也来得及。可是一会儿就要回去做饭吃饭啦。齐圆圆，我发现自从下乡以后，你就变得自私了。不就是吃饭吗？吃饭有小莲重要，你大不了就是少吃1顿饭。可小莲呢？你忍心看见她自己在这没人照顾？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朋友有事，你自然得帮忙。杨柳知青怎么不在地里？你不知道？什么？杨柳知青已经走了好半天了。他怎么可以不参加劳动？你说他会不会是贿赂了大队长？他们来的那天晚上，我就看见他鬼鬼祟祟的，不知拿了什么东西出去呢。小莲，你别乱说，杨柳知青不是那样的人，大队长也不是那样的人。你知道什么？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他要是没贿赂大队长，大队长怎么可能让他先回去？不行，这事我必须得和大家说一说。同是下乡来的知青，怎么还能分3、6、9等区别对待？小莲，没证据的事，咱们别乱说。证据不得去发现吗？等找到了不就有了？一会儿中午下工的时候，你让秦川哥和刘明他们先过来一趟，咱们先好好商量一下。